昭昭，别怕，爹会给你安排好一切的。爹不会让你和爹一起死的。江大成，江大哥在家吗？大半夜的敲丧啊！姐，头好疼，这是哪里？999种田系统为您服务，扣除种田积分1000，宿主当前总积分-1000，还请宿主尽快还清哦。江大嫂，是我，陆风尘。当年我救了江大哥和二公子，说好日后我若有难，你们要为我做一件事。这100两到手，能囤多少粮食？请江大嫂履行承诺，迎娶我这可怜的女儿。这银子便是她的嫁妆。我传书了，可祖父宠妾灭妻，父亲被夺爵，逃亡中母亲病逝，走投无路之下，只能携恩图报。长得狐妹子样，一看就不安分，不好生养。我家老二可是要读书当大官的，家里4个儿子都还没成亲呢，要不这闺女就嫁了老大吧。蓉儿，去把你俩哥哥给喊起来。我看中的分明是江家老二，这就是本文男主，原书中就是嫁给了他，可洞房夜还没行房，就因伤心过度死了，因此给男主带来了个克妻的恶名。后来他娶了锦鲤女主，种田养家，且摇身一变成流落在外的皇子。后来陆家平反后，我爹对男主心存愧疚，送钱送权，亲手把他推上皇位，锦鲤女主也成了龙门皇后。这对父女妥妥炮灰啊！这是我大儿子，现在是秀才公了。陆大哥，你带女儿求到我们头上，我们一定得帮忙，不如就让老大娶了她。病美男，我就好这一个。反派已出现，危险程度 SSS， 恶意值1000000，建议即刻抹杀。爹，女儿喜欢这位江大少爷。宿主，你是要杀他呀，不是嫁给他。昭昭，爹不会害你的，你得嫁。爹，江老夫人说的对，长兄不成亲，弟弟怎么成亲呢？亲家你就放心吧，我一定把昭昭当做自己的女儿。大公子，我的女儿可否能放心交托给你？江燕青定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护她一生。上辈子她明明嫁给了二弟，还没洞房就死了，虽不知道哪里出错，但也是好事。这一次我要拿回本就属于我的一切。既如此，现在就让他们拜堂。他们拜堂后，我即刻就走。好。昭昭，以后爹爹不能在你身边了，你只管好好活着，活下去就好。人心难测。这是京城的满月票号的银票，你不到京城取不出这笔钱。昭昭，没能力保住这笔钱之前，别妄动。爹，女儿会照顾好自己的。爹走了之后，不要和任何人提起我，我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你娘。如今我借着这具身体而活，等有了能力，一定会为你平反报仇，待他尽孝。1拜天地，2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礼成。女婿，昭昭就交给你了。昭昭，爹走了。爹以后要保护好自己。大媳妇儿啊，咱家的规矩，私下是不能藏银子的。刚才的嫁妆交给我，盖头都没揭就要嫁妆，真是好算在。老大，你还愣着做什么？还不把银子给我？你要是不给，我明天一早就去衙门告你，说你不孝，让你以后都不能考取功名。你要干啥？就是我这一簪子刺下去，婆婆你人就没了。你喜欢什么样的葬礼？她好漂亮。你杀婆婆，你也得死。不过习惯了金尊玉贵的生活，现在嫁过来吃苦。要是连最后那点体积嫁妆都没了，活不活的还重要吗？我不要了还不行吗？夫君，我们回去洞房吧。好。这屋子老鼠来了都得哭着吐口米再走，还好有100两嫁妆银子。娘子，嫁给我实在是委屈你了。上辈子他洞房夜就死了，怎么这一世完全不一样？长得真好看。夫君，娘子怎么了？可是身子不适。娘子，被他折腾一晚上了。筒子999种田系统为您服务。你既然认定了我，我也嫁给了反派。反派不和上一世一样无人关心，兴许就不会和你心爱的男主对着干了呢。可是你这具身体的身份和钱是给主角的啊，他一定有办法从别处弄到钱，否则凭什么是男主呢？好像很有道理。我这个人脾气不好，若是我过得不好不高兴的话，干脆和我这反派夫君联手送男主女主下地狱好了。只要宿主改变反派黑化结局即可献宝。
宿主种田、打鱼、狩猎，1小时可加10种田积分，1000积分可在系统空间开启1平方米的系统田地，完成特殊任务可解锁更多种子。宿主限时里1000两银子可兑换10点积分，只要宿主肯努力种田，即刻走上人生巅峰。一个种田系统为什么肩负着攻略男主的任务？我长这么大从来没种过田啊！我要江燕青的平生轨迹。主人，你已经1000了。再借一下。江燕青平生轨迹已发送，积分7日不归还，系统将能量耗尽消亡，也会一起消亡。谁家心腹都大中午了还睡觉啊？你可真是吵死了！你敢嫌我吵？我可是你婆母。婆母，现在周围好像没人，你要是死了，我想我应该能逃走。你敢？我要是死了，我就让我儿子去县里告你。你和你爹为啥逃出来的？你想害死你爹，你就动手啊！大不了我和我爹一起亡命天涯，倒是你们把我娶进门，现在婚书都递上去了。按照本朝律法，他犯了什么罪，你们同罪。婆母，我饿了。江家嫂子，江家嫂子在家没啊？我这是造了什么孽了？一个妖怪儿子娶了个母夜叉媳妇儿，这日子可没法过了。这是怎么了？你说说我造什么孽了啊？大儿子像个药罐子，成天吃药，家里都给拖垮了，现在又娶个啥都不会的，还让我这一把老骨头给他做饭。不是我说，你这做心腹的，咋能给自己婆母脸色看啊？新婚夜，婆母要我的嫁妆充公，我才成亲，什么都不懂。本想着一会儿就起身做活，婆母便是又骂又辱的。我夫君12岁中秀才，俸禄每个月5两银子，婆母却把这笔银子都用在二弟身上，为二弟请名师教他读书。我夫君的药钱都是他抄书赚的，县里的书店可以作证。你闭嘴！你胡说啥？母亲，娘子她哪一句就说错了吗？婆母，儿媳说错了什么？江家婶子，你这也太不厚道了啊！人家新媳妇儿才嫁过来，咋还不能歇一日了？谁说不是呢？这些年，你是说都是你们家给你们家老大拿药费，所以才拖垮了家里吗？你们少在这儿嚼舌根！老娘家的事儿和你们没关系！滚！都给我滚！你给我休了他这个丧门星！娘子可饿了？饿了，婆母说要给我做饭。我不曾对娘子说过家中事，娘子怎会知道的？我这美人夫君这么警惕，我猜的。夫君生的模样好看，自然就好人。哪怕不是，我也不能让他说你不好。他眼中竟是这般信任。我想着娘子起来会饿，所以为娘子带了些饼回来，娘子先用些吧。饥荒年这得不少钱吧？他竟然会买给我，夫君喂我。娘子慢用。大反派江燕青生来体弱多病，每次科举必会重病，错过整整10年。书中说他因偏心嫉妒与男主作对，坏事做尽，可江老太压榨他的药钱，拖得他病骨之灵，怎么看都是可怜人。夫君也吃。我不饿。夫君吃。他执意为我，倒让人心头一热。就眼前的江燕青，怎么看都惹人怜爱，哪里像无情无义的大反派？吃吧，我真是造了孽了。去年干旱，今年庄稼病死，全村闹饥荒。老大，你这个月抄书的钱呢？娘，我今日才买了药，如今身上没银子了。老大媳妇儿，你总该有些体己吧？婆母还有事吗？没事儿。反派恶意值减1，恶意值9.99，奖励种田积分100。恶意值降1点就有100积分，我这美人夫君这么值钱，还不能动手。能证明身份的东西还在江氏手中。上一世江燕轩顶替身份回宫，不也吃了不少亏？他为何会选我？夫君身体虚弱，不易劳累，抄书的事情就先不要做了。这银子夫君先用来抓药和买一些粮食。可这是娘子的嫁妆，日后夫君好了再给我就是。饥荒时间，江燕青无钱买药硬扛，落下了病根，绝不能让历史重演。我去买米。反派恶意值减3，恶意值9996，奖励种田积分300，总积分负700。咱们走吧。他一个人进山最好，出了事银子就都是我的了。该不会想让我一个去吧？
我这一把老骨头了，可咋上山啊？大嫂，家里最后一碗糊糊都给你吃了，你不上山，难道还想饿死我娘？说的道理。不过，你呢？我初来乍到，连山从哪边走都不知。妹妹不该跟我一起去？你咋这么狠心？我闺女可还没嫁人呢，能和你一样干活吗？她以后可是要嫁大户人家。既然干活，她也得去。娘，我不要去山里。大户人家都重视名声，今日你若是不干活，我便将江家小女儿是个恶妇的名声传出去。你少胡说八道！不信可以试试。原著里江蓉儿嫌贫爱富，害夫家家破人亡，一家子没一个好东西。娘，你少吓唬我，蓉儿！你要是敢的话，如何？蓉儿，你就跟着你大嫂上山吧。娘，好啦，娘会害你吗？大嫂，好厉害啊！现在你能上山了吧？别想给我耍懒。开启打猎计时，每小时10积分，不同猎物额外增加积分，请宿主努力干活，走上巅峰。傻站着干什么？赶紧走啊！你走前面。凭什么？看来还是得赶紧弄个好的东西防身啊。果然，连树叶都被薅秃了，光秃秃的山坡上连个人影翻银子，这山边什么都没有，就在这挖点野菜回去就得了。默认进山，就算准备打猎。辛苦你了，小妹。凭什么？如果不干活的话，那等你到了相看的年纪，你以为别人都会信你吗？现在家里没粮了，若是把我的好婆母给饿死了，长嫂如母，我会为你挑选个好人家的。我回家就告诉我娘，等我哥哥们回来了，饶不了你。不分家，那就接受我的奴役。这片山林少见阳光，正适合金银花生长。检测到宿主采摘药材金银花，开启采国模式，与狩猎模式一同开启，积分不叠加。宿主第一次采摘药材成功，奖励采熟练店加10，种田积分加1000。大禹恶山地图 X1，系统空间1平米。宿主每采集1斤金银花，可换取100种田积分。不到1个时辰，采药熟练店从10变成了20，金手指虽迟但到。这一片都已薅秃，背篓再也装不下了。这桶子也不是那么一无是处，地图上标注了许多草药位置，骷髅头的地方有危险不能去。有了这地图，这山里我还不横着走。10斤金银花收入系统空间，不错不错。大嫂，你都找到啥野菜啦？大嫂，我刚找到个好地方，但我不敢一个人过去，不如咱俩再挖一点野菜回家吧。骗他去危险的地方，最好让他再也回不去。不去，我累了。咋就这点野菜，够谁吃的？这死蹄子把银子藏哪儿了？翻遍了都找不到。婆母说的对，这点野菜也不够吃的，所以我准备拿来给我夫君吃，说不定他吃了我亲手挖的野菜，身体就能好些。这也是给咱们家省一笔钱了。床边放的小石头没了，老太太果然进来翻东西了。你男人眼看着都半只脚进棺材了，还吃个啥？婆母，你怎么能翻我的东西呢？咋？我进来给你们收拾一下屋子还不成了？这就是婆母收拾的屋子，我看不如请了街坊邻居来看看吧。这不是我干的啊！大家给我评评理吧！我才嫁过来第2日，婆母就偷着翻了我的东西，这里原本放着我100两银子的嫁妆呢。老娘我打开的时候，你这盒子就这样。各位都听到了，婆母是真的动了我的东西啊！我夫君不得婆母喜欢，可也不能这么作践我们啊！哪个动了你的银子？我家里仅剩下的钱，爹爹都给我陪嫁过来。我本是想给夫君看病的，现在忽然没了，婆母又去我屋子翻东西，是你还能有谁？你一向看你家老大不顺眼，今儿个早上不还闹了一场呢？这可是你儿子的救命钱呐，还是赶紧把银子拿出来吧！呸！你们少给老娘撺掇，老娘没拿！儿啊，这个小妖妇是要逼死娘啊！她非要说娘拿了她的嫁妆银子，娘没拿呀！大嫂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娘让我跟着小妹一起上山挖野菜，
我一回来，我爹给我的嫁妆都不见了，说不定你自己拿了，谁知道你是不是藏身上了？还请哪家的接住林好心嫂子为我搜身。我来帮忙，100两银子带在身上，稍稍一搜能找到了。儿啊，你可一定得给娘做主。好闺女，你咋就嫁到了他们家？这死婆子一向看不起他们家老大，你这委屈还在后头呢。多谢大嫂子了，我嫁给夫君是爹爹安排，也是我自己相中。走，我今儿个说啥也得给你讨个公道。你个没脸的老婆子，你这儿媳妇身上哪里来的银子？你让个心腹上山挖野菜也就算了，还偷了人家的嫁妆，你有没有良心啊？我今儿个非得撕了你这个小贱妇！娘，你别过来，男女授受不亲。事急从政，大嫂还是别拿这些话搪塞我了。你想做什么？大哥，他们都欺负我，娘偷走了我的嫁妆银子，二爹还动手动脚的。明明知道他在演戏，可心口还是一阵钝痛。他好可爱。老大，你要不休了这贱妇，我就去衙门告你不孝。是该去衙门，这才对嘛！我去衙门与娘子和离。娘偷盗昭昭的财物，100两银子该判多少年的牢狱，就判多少年。银子不在我身上，这屋子又只有娘你一个人去过，嫁妆昨日是写在婚书的，抵赖不了。老大，我要是因为偷东西进去了，你也不能考科举。没关系，我不能考科举，二弟也不能。到时候我们都侍奉在娘身边。我这是养个儿子还是养个孽障啊？他这是要我死啊！婆母这说的什么话？只要把我嫁妆还给我，自然不会再闹上公堂。大哥大嫂，这事我们还是关起门再说吧。如果娘拿了大嫂的银子，那一定会拿出来的。二弟这话说的，这要是真的关起门来，我和夫君还不得被你们搓磨死了？就让娘给我写个欠条好了，这笔钱我就借给你们了。谁让我嫁给了夫君呢？对不起，是我害苦了娘子。我不识字，老大你帮我写。娘，我浑身没力气，怕是提不动笔，还是让二弟写吧。你个没良心的，老娘让你写个东西你都不能动了。婆母再骂我夫君，咱们还是公堂见吧。我写吧。今天已经了解过村长家姑娘天生富贵命，娶回来一定能助自己走得更远。100两银子早晚能还上。娘，按手就印吧。这就欠了那个小贱顾100两银子。各位乡亲，我娘今日做的不对，我在这儿替她给大家赔礼了。事关家里的名声，请大家能将此事藏一藏，给我娘留个脸面吧。自道歉，哪里见过这阵势？给秀才公脸面，以后孩子进学就还是一如既往的装模作样，还是这么会装。娘，我扶您回去歇着吧。你为了大嫂，连娘都不顾，实非君子所为。所以呢，上一世他被孝子桎梏在这村子里，结果这一家人踩着他的骨头改头换面，摇身一变成了天皇贵罪。大哥，你变了。先生要是知道你成了这副样子，一定会失望的。先生，一杯毒酒想要我的命，他也配？反派恶意值加4，恶意值1万千。我这美人夫君不太对劲啊。老大这个没良心的，老娘当年就该让他死了。娘你糊涂啊！大哥的银子我们慢慢总能挖出来的，你去搜，这不是给他们把柄？我这不是想拿了银子去多买点粮食，等冬天这粮食一涨起来，咱们卖点吗？老娘就知道它不是个好东西，才嫁过来1天就鸡飞狗跳的。娘，您先帮我向村长家提亲吧，至于大哥大嫂之后再说。他莫不是嫌我无能吗？夫君脸上都沾了灰了。这银子，书铺抄录什么书籍都要银子做抵押，我拿了娘子的银子抵押，又将赚来的银子重新做底，先从书铺老板那儿拿了下次抄书的银子，只要3日内将书补给他就好。娘子嫁我，没有3媒6聘，也没有百家酒宴，你真心待我，我自然也要养着娘子。娘子想吃的，想要的，只要你想，我便要有。头一次见把钱退回来还要养我的，怎么看怎么喜欢。夫君喝口水吧。我经常不在家中，娘子拿着钥匙，吃用都在柜子里了。明日我再为娘子买一把锁，用来锁外面的门，不会再发生今天的事情了。我向你保证。谢谢夫君。
娘子，娘子，这是我特意买来的，我不知你是否吃得惯。娶她本想占她嫁妆，日后以亡妻做借口不立后，可我的心好像不听话了。夫君，这糕点很好吃，我也喂你吃好不好？说好的体虚呢，怎么那么能折腾？打猎和采药计时已停止，奖励共得1040点种田积分，总积分1340。距离换江燕青脱胎换骨的药还任重道远，还是再攒攒的好。大嫂，娘喊你们吃晚饭。娘子，你穿好衣服啊。大嫂，不是我说你，娘一个人做饭，你就不能帮帮忙吗？那五妹咋不帮忙呢？我咋能干活啊？我娘都说了，嫂子就得帮着家里做事儿的。她是你娘，她亲女儿都能看着她一个人干活，我这个做新媳妇儿的有什么不能看？大哥，你管不管她呀？娘子有说错什么吗？我有话要宣布，眼看着就秋收了，等进了冬，咱家粮食也不多，再这么下去都得饿死。现在开始，所有人想办法给我赚钱去。老大家的，你既然是家里的一份子，那就该给这个家出钱。出钱？这老太太想的倒是好。说起一家人，我倒是忘了，我该叫您娘呢。娘，这什么意思？我才与夫君成亲，按照规矩，不是该给改口钱吗？我哪里来的钱？你今天还让我给你写欠条？不如这样吧，家里赚了银子就交给我，我给大家买粮食，等赚够了要还给我的100两银，我再将管家的权利还给你。我呸！老娘我还没死呢，你别做梦！那娘下个月记得还钱，还不上就去衙门告你。大嫂，我们可是一家人。就因为我们是一家人，所以我才愿意受累帮忙管家啊。我就是死也不会让你管家。娘还是吃点吧，不然下个月可能就得去牢里吃饭了。老大，你是要让这个儿媳妇逼死我？昭昭也是好意，她不想你太辛苦。大哥居然能说出这种话来，我以后还有好日子过吗？咱家没银子，你想管那你管。粮食都藏我屋里，饿不死他。既如此，那立个字据。第一，全家人都要服从我的调配。凭啥？那娘还是尽快还钱吧。你个小贱人，我娘咋就瞎了眼，让你进了我们家的门？敢打我蓉儿，我今天非得撕了你不可！娘这是要做什么？他都打你妹妹了，你还护着他？娘可以去县里告状说我不孝，也可以让我休了昭昭，让昭昭拿着借条去告你，更可以将我们分出去。我当家，你们听我的；娘当家，我们赚了银子自己拿着。你们在1个月内还清我的100两银子，2选1吧。娘，既然大嫂愿意为了家里人着想，那这个家就让大嫂来当吧。你也正好休息一阵子。行，但是你可不准饿着谁。可以，夫君记得写下来。字如其人，一样好看，没有异议吗？签字画押吧。不行，等老头子回来就商量一下，把银子攒出来。这家绝对不能让这个小贱人做主。二弟也签吧。大嫂，二弟不是这个家的人。夫君，我们回去休息吧。娘子会怎么整治他们呢？那就暂时留那些人一命吧。恭喜宿主，反派恶意值减10，恶意值9990，种田积分加1000，兑换1平米种田空间，兑换成功。恭喜宿主次兑换种田空间，奖励灵泉水初级版1瓶，能健身体，还可以加速种子生长。初级版就这么厉害，好东西啊！不太对劲。陆昭昭，你醒了，可还觉得哪里不舒服？昨天不是去看大夫抓药了吗？怎么今天还会病倒啊？老毛病了，害得娘子为我担心，无妨的。什么无妨？我去让人给你煎药，你好好歇着。江蓉儿，你过来，干什么？去帮我把药煎了。凭什么？你不去煎药，使唤我干啥？现在当家做主的可是我，你什么都不会，
煎药还委屈了你。娘，你看，看啥？赶紧去！等你饿得不行了，管家权和欠条都得给我吐出来。你今儿个就用这些粮做玉米糊糊吧。这和清水有啥区别？想饿死谁呀？说起来，娘还没给我改口钱呢。娘，这作为见面礼，我一点也不嫌弃。你少打老娘的主意！我的手！你！谢谢娘的见面礼。大嫂，你咋能打娘呢？我们去告你！我何时打娘了？娘还送了我她的银簪子呢。娘，你快些做饭吧，别饿坏了。我等着吃完早饭进山呢。我这手骨头都断了，他咋这么狠的心？都是这个小贱妇害的。二弟读书读的应该很厉害吧？比起大哥，我是自愧不如的。大哥12岁就已经中了秀才，可惜如今还是秀才。每次科举时都会用各种办法让我加重病情，连家门都出不去。我夫君这么厉害，那不知二弟你比我夫君差了多少？我同大哥只差了年龄吧。二弟，上个月的书院考核，你的题似乎还是管我接的。这不过是我忘了写。二弟这学问，想来也不会差太多吧？自然。那太好了。昨儿我夫君说在书店里抄书能赚银子，既如此，你也去抄书吧。大嫂，你说什么？二弟不是学识渊博吗？怎么连说话都听不懂？我儿子咋能去抄书？我夫君可以做的事情，他就不行了。这个家可不养闲人，而且契约上不是说了，无条件服从我。夫君每次抄书能得多少银子？5两银子。希望今晚我能看到5两银子。夫君，我扶你休息。娘子，这山中有一座深坑，是蛇虫的巢穴。我娘性子狠毒，我担心你。放心吧，到了山里还轮不到她做主。夫君只管在家中休养，等我赚了银子，就给你治病。娘，蓉儿，咱们上山吧。有蓉儿帮忙，骗到深坑里就能要了他的命。娘，我也要跟着你们上山。原书中，这孩子是家里唯一对江燕青还有点善意的人。你上啥山？赶紧给老娘回屋念书去！大嫂，我想上山。既然青宝也想上山，那就带着他一起好了。检测到宿主已进山，开启打猎采药模式。最东边那一处有金银花和零星灵芝。老大媳妇儿啊，这山里你不熟，我来带路吧。一会儿你走着瞧。娘，我这个人天生运气好，跟着我走，说不定就能碰上好东西呢。你能碰上啥好东西？这破地儿啥都没有。娘，看样子我运气不错。老大媳妇儿，这玩意儿摘回家卖了钱，都是我的。咋？这可是咱们一起发现。我给娘带路，所以咱们才能来这儿。现在江家是我当家，这金银花自然是我的。凭啥啊？我们帮着摘花，难道不得给我们银子？我带着你们进山，你们为我干活，我给你们吃饭，天经地义。愣着做什么？摘花吧。我不干。那今晚你别吃饭。你们好好干活，这里的金银花最少能出30斤，我去别处转转。要是让我发现金银花不够，我再找你们算账。系统空间是静止的，简直比冰箱还好用。恭喜宿主首次种植小麦成功，奖励种田积分2000，灵泉水刀级加1。小麦成熟需要2个月，已经比现实里快太多了。良心系统啊，娘你快点。娘，你咋不听大嫂话？什么狗屁大嫂？她是你哪门子的大嫂？她就是咱们江家的灾星。娘，你还是快装金银花吧，回头她看到了咱们都拿不成。这次卖花你得给我买细粮吃，我要吃小麦包子。大嫂，我娘和姐姐想要拿你的花。还愣着做什么？赶紧摘花，我还等着回家呢。玩吧，金银花采摘35斤，加上时间奖励，总积分已达7880。这些金银花都搬到我房中去。凭啥？你这些金银花要是没我们帮着一起卖，你咋弄去城里？不劳烦娘费心，你只要知道我会短了你们的吃喝就好。自然，你们的辛苦费我也会酌情考虑的。我搬还不行吗？夫君身体不好，怎么还一直抄书？娘子让二弟抄书，我一定比他还好。他在说谎。我以书信去京城，那边接到信自然会送银子出来。只是……那等夫君赚了银子，我就不带他们上山了。
不过我得多去山里找一些能用的，好熬过荒年。娘子真厉害，嫁我可会后悔。此物是岳父给娘子的吧？这药珍贵，娘子不要浪费了。这药现在是夫君的了，你若是觉得过意不去，就养好身体，考取功名，让我重新去过好日子。夫君可知道哪家药库靠谱？我常去的陈氏药房便可。这家的掌柜与我也算旧识。夫君明日去把这些灵芝卖掉，换了银子给自己买一些药，再买一些玉米粗粮回来。如有剩下的银子，我们便存着，日后做些买卖。若明日我身子好些了，便去县城里卖掉它们。爹，三哥，你们可算回来了。荣丫咋还要哭了？妈给大哥娶了个大嫂，这就是陆大哥家的闺女吧？你嫁给燕青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子了。上一世就是用这3个字压着我，让人恶心。反派恶意值加10，恶意值1万。见过公爹。好孩子啊。公爹，按着改口的规矩，您该给我一份礼。这次咱们没赚啥钱，这俩铜板你先收着，以后一定补给你。多谢公爹。娘，您贵人多忘事啊。这是一家之主，是你公爹的位置，你懂不懂个规矩？白纸黑字的，谁还能抵赖不成？哎，老大媳妇儿啊，这女人家怎么能当家呢？家里前2日连玉米糊糊都照得出影子，公爹看看如今吃的是什么？照着你这个吃法，咱家说不定没2天就要吃垮了。吃垮了再说，白纸黑字，娘是想抵赖了。说起来，公爹和三弟接下来是不是也要住家中了？县城里的活都干完了，接下来一家子都在家干活。那就请公爹和三弟也把手印按了。老大媳妇儿啊，咱家一直都是我当家，咋现在要听别人的了？契上写了是全家都要听我的。公爹和三弟若是不愿意的话，那咱们还是衙门见吧。爹，还是先签契吧。签。公爹和娘，快坐下吃饭啊！老大媳妇儿，大几十斤的金银花，要是晒干了拿去卖，得卖不少银子呢。啥？哪里来的这好东西？爹，是大嫂找到的花。你给老娘闭嘴！老大媳妇儿啊，这既然是一家子的收获，爹娘当家时，家中收获可会分给其他人。对了，二弟今天抄书可赚到银子了？这是抄书的银子，大嫂不提，我都忘了。二弟继续抄书，相信用不了多久，咱家就不用吃糠咽菜了。大嫂，这银子你总不能都拿着，要给娘欠你的银子减少一些才行。你读书出门科举，难道也不用家中银子？这银子是你接下来不干活白吃白住的钱。你们没事了吧？没事，我们走了。夫君，咱们该回去了。你这次带回来多少银子？我得去给咱们家二郎去提亲呢。你咋让陆家这个嫁给大郎了？他家可是京城人。我找人算过了，村长家的闺女和二郎是最合适的。赶紧把剩下的银子给我，我带着二郎一起去村长家说亲。夫君，以后家里抄书的活你都不用做了。娘子，抄书不累的。要夫君出席科举有出息，这一家子就翻不出我的手心。反派恶意值减30，种田积分加188。娘子深恩，我不知如何报答。夫君若是真想报答我，不如现在你在我玉儿啊，你快些进来，我给你准备了好些吃食呢，都是你轩二哥特意让我准备的。谢谢婶子。这是女主来了，是个运气值极高的圣母，谁和她作对都倒霉。婶子，这是谁啊？这是你大嫂，老大媳妇儿啊，这是二弟的未婚妻。未婚妻？昨个二弟不是还没有呢吗？昨儿个晚上我去给提的亲，你可别欺负他啊。婶子，轩哥哥呢？你轩哥哥一早就进城去了，你今儿个就在家里等他晚些时候回来。这么说，今日未来的二弟媳也跟着一起上山，那太好了。什么上山？当家人是我，我希望大家去山里干活。婶子是不是身子不适，才将家里管家的事儿交给了旁人？因为娘还不上欠我的银子。这小贱妇不说话能死吗？既然都要做一家人了，这进山里干活的事儿，玉儿可是福星，哪里去干过活？既如此，娘喊家里其他人，咱们出发。至于你，我们家无人，只怕不方便招待。都愣着干啥呢？走了，上山干活。看样子这江家真的是这个女人当家啊！娘，还愣着做什么？上山干活。又得上山。大嫂，咱们今天还去玩吗？对，还上山玩。公爷，娘，咱们该去山里了。
还没用早饭呢。想吃什么？等山里回来再说。玉儿啊，要不等晚上你轩哥哥回来了，我让他去找你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婶子，你上山可要注意身子骨，别累坏了。今儿个咱们还找金银花。娘，那东西只能碰运气。咱们往山里走一走，打猎。你疯了？那大山里头，就是常年在山里住的猎户也不敢去，这不是送死呢？就是，大嫂，你要是不能当家就别当。老大媳妇儿实在是太危险了。昨儿个我在山里发现了野兔子窝，因为不想打草惊蛇，所以就没动。啥？你咋不早说？我这个人最善良了，根本没法对猎物下手。你说，我们这就去。公爹和娘，你们带着人过去就好，我就在这儿等等。我这身子骨不好。对了，那一窝兔子有5只，不要想糊弄我。他居然不去，吃吗？大嫂你可真好，大哥吃了吗？大哥他平时都不吃啥东西的。大嫂，你拿回家给大哥哥吃，大哥哥吃了就不会病了。谢谢你的饼子，等你大哥吃了就会好起来的，到时候让他再给你带好吃的。这边有一片灵芝，个头小又值钱，适合暂时拿来卖钱。鹅腰种田空间100米，奖励灵泉水刀级，宿主采集技术升级为2级，开启技能版面。采集技术升级，采灵芝速度更快了。宿主雇佣关系的江家人狩猎到了5只兔子，1只山鸡，算作宿主所得。奖励灵泉水低级乘10，系统空间1平米乘3，强身健体完成1。公爹娘，可狩猎成功了啊！3只兔子呢？是吗？那小妹衣服里动弹的是什么？拿出来吧。老大媳妇儿，这好歹也是我们动手抓的。和金银花一样，我会分给公爹和娘还有家里人一份好处，这份银子也要记在娘欠我的账里。老大媳妇儿，总得让我们有个数。这兔子你打算分我们多少？就按着现在县城里的给人家出苦力的价钱给好了，不知是多少银子？3文钱1个时辰。一家人，我总要大方一些的。娘和蓉儿妹妹昨天，再加上你们今日，能分得70文钱，不到1钱银子。这100两得还哪辈子去？公爹和娘有什么意见吗？如果有的话，只要老大媳妇儿你别饿着家里人。至于银子，放在你那儿也是一样的，毕竟咱们都是一家人。既如此，兔子拿来吧。荣亚，赶紧把兔子给你大嫂。嫂子真狠。娘，可否借我一件外衫？这东西若是给人瞧见了，不好吧？你给你大嫂。奖励分30，宿主解锁2级采集技术成功，格外奖励种田积分500。同时，恭喜宿主兑换2瓶种田空间风成功，总积分4410。娘，你藏在筐篓里的山鸡，一会儿就炖了吧？咋？这可是我们的意外收获。可我给公爹和娘付了工资，在山里的任何一份收获都该是属于我的。怎么，我们不是一家人了？那我之前的那些东西也不必与你们分了吗？那70文钱的债就不用免去了。我呸！你少想黑我的银子！既然娘不准备放弃那70文钱，就把鸡炖了吧。孩子他爸妈，你这还管不管啊？你签的欠条不要了，正好咱家老二也许久没吃这好东西了。咱家多少人？他和老大才2人。兔子繁殖很快，等小麦割了剩下的麦草就能喂它们，养在羊圈里，再弄几只鸡。老大呀，爹有些话想和你说。老大，爹知道你娶了娘子，这心里头难免护着她，但是你也得看看家里，总不能让她一直这么欺负锦强啊。日爹说招的是，那我明他去状告我娘好了。你现在咋这样了？你就看着咱们家人都被他欺负着？这些年我的俸禄供养全家，按着家里的条件，昭昭的银子应该很容易还清的。爹，银子呢？银子都给二弟花了，所以娘拿不出。此事怪不昭昭，我也不会管的。自然爹要是想别的办害昭昭的话，我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咋？你还想不孝？怎么会呢？不过二弟也要成亲了吧？我的娘子遭遇什么，会100倍的报复在二弟未来娘子的身上。娘子，夫君，你回来了，怎么样？药材可卖掉了？如果上一世他还活着，会不会也这么对江夜轩？我这美人夫君今日是怎么了？反派恶意值加10，恶意值9980。娘子的药极好用，如今不过1夜的时间就已经好了，谢谢娘子。夫君身子好了，我就安心了。昨日超叔得了1两半的银子，灵芝陈家给了5两，我买了2两银子的粗粮有200斤，粮食我让人晚上的时候运进村子，免得被人发现惹人惦记。这灵芝能卖上这个价钱，已是十分不易。粮食的价钱虽贵，对寻常百姓来说已是天价。吃饭了，走，咱们吃饭。鸡汤呢？鸡汤还在厨房里放着呢。老二出门超叔1整天了，还没回来。娘，趁着人都在，我也该给大家立规矩了。咋？你的规矩还不够大？按照契约，一家人在还清那100两银子之前，都需要无条件服从我这个当家人的命令。筷子捡起来。什么？就这2点，希望大家能配合一下。娘，把鸡汤端上来。
你去哪儿？去告状啊！娘偷到我100两银子。你给我站住！你咋打你娘？爹，昭昭不过是担心娘摔倒而已，何时打她了？公爹，夫君说的对，我只是担心娘摔倒。现在娘可以去拿鸡汤了。谢谢大嫂。三弟，你一会儿去羊圈带了给我用草铺起松软点的窝，我要用来养兔子。我现在就去。咱家没粮了，你当家总得给粮食吧？粮食娘子已经让我去买了，200斤玉米面，晚上他们会送过来。记得把粮食放在我屋子里。夫君，咱们回去歇着吧。好，孩子他爹，你得想想法子啊！等我求的人从京城里带了消息回来，咱们家老二考科举成功，再加上那个东西。夫君，这些灵芝你也想法子给卖掉。娘子，这些灵芝，我运气好，你想个法子用最不起眼的法子给卖出去，把灵芝变现。我会想办法的。娘子，再过2日书院便要开学了，我可能没办法时时在家中。夫君放心吧，夫君多久回家一趟？书院里不临时安排游学，我定会争取每日都到家。辛苦娘子等我。没关系，等咱们赚了钱买头牛。夫君身上的病可好了？住手！江公子，你可算是出来了，这是您要的粮食，好不容易弄来的。这是上个月你们家小公子落下的课题。我们东家说了，只要小公子的功课好了，他一定再来谢您。这粮食我们就给放下了。我家美人夫君很有办法吗？二弟三弟把这2袋子玉米面给我送我房间里去。我是读书人，读书人就不用吃饭吗？我夫君身体弱，我是个女流之侄，你难道要让爹娘动手？今日抄书的钱呢？只有半两。你是不是把剩下的都藏起来了？书铺的老板喜欢大哥的字迹，所以才会给大哥的银子多一些。明日我要去拜访老师，不能抄书。还是我夫君厉害。既然明天不能干活，那今晚就干点别的吧。什么？往东边进去还是有水的。二弟与你未来娘子见面，顺便抓鱼去吧。如果抓不回来，那你明天也不用吃饭了。二弟还有其他事吗？没别的事，就去钓鱼吧。吵什么吵？姑奶奶还没死呢。以前每日陶罐里换新花，现在还给礼物留小纸条。为了大美人，得好好管管这些预备役奴才们了。你还有没有良心啊？一家子都得听你的也就算了，你大晚上还让我家二郎去钓鱼，你是想害死谁啊？你个恶妇！钓回来鱼了吗？没钓回来的话，他今天就不用吃饭了。娘再不闭嘴的话，今天你也可以不用吃饭了，省点粮食吧。锦鲤女主真好用啊，效果立竿见影。大嫂，你现在该满意了吧？二弟辛苦了，蓉儿妹妹跟我进屋拿粮，然后做饭去。三弟，这条鱼先养起来，等晚上再吃。做成什么样都行，你自己看着做。成。我记得公爹是木匠吧？是。我和夫君的屋子里什么都没有呢。公爹今天开始就利用晚上时间帮我们的屋子衣柜再打一个书架吧。还要个书案。我看家里后院还放着好几根木头呢。那可是给老二成亲要用的，老二的家具也该换了。可我和夫君成亲怎么没有？娘，偏心会遭报应的。反正二弟也有家具用，这件事不是在商量，是通知。趁我今晚就开始打。那可就多谢公爹了。玉儿是个有福气的，娶她过门，科举之路一定平步青云。看样子是没有金银花了，干脆分开走，2人一组。要是能碰上药材最好，碰不上就挖野菜打猎。要是什么都没弄到，那晚上也就不用吃饭了。你跟着我走，你们其中2人去南边，另外2个人去西面。大嫂，二哥今天被鱼拽河里去了。那你可听说你未来二嫂是啥态度了吗？我就看到她一直哭着陪二哥回来的，还说啥以后嫁给二哥绝对不让二哥受苦了。奖励主材摘甘草解锁新品药材，初级灵泉水吃食，基础版古代武功教学成1。青宝怎么知道要盖着？我娘对大嫂不好，上次大嫂也盖着了。谢谢青宝，你会给大嫂保密的对吧？好，我一定乖乖不说。宿主总计采集8斤金银花，奖励种田积分800。青宝，走了。娘不用藏了，我已经看到了。既然都有收获了，那咱们下山吧。晚上用这2餐的面做面条。好。公爹、三弟，别忘了我要的家具。先打了书架，再打衣柜，再做其他。我希望今晚就能看到书架。
知道了，现在就去。咱们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？急啥？等着咱家老二出息了，老大和他谁都别想活命。那也不能一直这么让他欺负着啊！鸡汤以前可都是咱家老二才能喝的。等过了今年这荒年再说。现在咱们手里也没个银子，进了秋天就啥都没了，还指望着老大1个月5两的俸禄银子呢。等他们钱赚多了再说。果然饭来张昭才是我该过的日子。有人在家吗？我是不是打扰了？没有，二嫂你来的正好。二嫂，我得去做饭，可是野菜都没洗好呢。那我帮你洗菜吧。在剧情里，江蓉儿欺负林玉儿会倒霉，以后想利用女主得小心些。你咋看着玉儿洗菜？她可是客人。没关系的，都是我自己自愿的，和大嫂无关。反正江蓉儿不会说，自己以后要和大嫂长期相处，可不能让她在婆婆面前地位太高。你看看玉儿，你再看看你，看我什么啊？我不是挺好看吗？蓉儿妹妹，食材是谁让她洗菜的？娘，是我让二嫂帮忙的，我这不是要去厨房里忙吗？是啊，娘，是我主动想要帮蓉儿的，这件事与大嫂无关，你可不要怪她了。玉儿，娘让我喊你回家，说是城里的大姑来了，要见你呢。真的？娘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娘，剩下的野菜辛苦你了。你还有没有良心啊？我可是你婆婆，你让我洗菜，这咋汤也给我们少的？夫君读书辛苦，清宝年纪小都得补一补。那你呢？我一天为了家里人的吃喝发愁，也得补一补。夫君，我们去看书架吧，宫天和三弟在给你做书架呢。好。大嫂，现在我们可以去吃饭了吗？还得劳烦公爹和三弟把书架给我们抬进屋子去，毕竟我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，我想攻没什么力气呢。谢谢公爹和三弟。对了，一会儿你们让娘把偷藏的鱼端这屋来，明日让我夫君拿出去给蓉儿热一热，她好带着去书院。夫君愣着做什么？翻书啊。娘子可有喜欢的书？可识字了？我喜欢看一些画本子，还有关于草药方面的书。等明日我为娘子去买书，这书架上只有我一个人的书，太空了。好，夫君也可以给自己添一些新书。今日我还寻到了一些干草，明日夫君就将金银花和这些干草一起卖掉吧。娘子，山中的东西虽好，但是也有危险。银子的事情，以后我会想办法的。不论何时，都不要用自己的安危来开玩笑。好啊，我都听夫君的。娘子，我们安寝吧。大嫂，你起来了没？蓉儿没事吧？没，我是来问早上吃啥的。昨儿粮食都吃完了，玉米饼，晚上炖鸡汤。咱家今早这顿结束就没猪油了。对了，我娘叫你，让娘自己来见我吧。有什么话直接说。老二书院明日组织游学，需要银子。娘当家的时候给这个家里的人什么？老娘供你们吃喝呀。你管家的时候只管10大家吃喝，那么我管家的时候也只需要这么就行了。而且我让你们吃的可比娘管家的时候好多了呢。那老二以前我们可是供着的。是啊，只是你们供着二弟是因为他是你们的儿子。敢问娘，他是我儿子吗？是我的夫君吗？我们家老二出息了，你难道不跟着有好处？那我为何不指望着我夫君有出息？我瞧着我夫君的病可是好多了。你敢打我？这些日子的银子我可是分给你们了，只不过你拿来抵债了而已。哎呦，我的天啊，这可没法活。你若是哭来了其他人，我这脸面也不用要了，说不定我这一羞愤直接就和离了，然后拿着我那张欠条去告你。都怪娘哭的声音太大，把我的茶壶都吓掉了，这茶壶就扣在娘的欠债里。娘，其实想去游学的话，二弟有很多办法啊，比如他多多努力抄书，我这儿可每天只要他5免银子的抄书钱，其他的钱他就可以自己攒着了。既然手里赚的银子1钱都用不到，那就在科职之前去死吧。此事最好还是让爹娘来做。是时候让林玉儿早些进门了，锦鲤女主，运气好的人利用价值才高。娘，我记得二弟和林玉儿都定亲了，不如早些置办点东西将人娶回家来。多谢大嫂了。二弟客气了，我希望二弟能早早将她娶回来。再往里走，那可是快进大山了。公爹放心吧，之前没有刀都想要人命了，有刀那还了得？公爹还是按照昨天的分配，各自去一边，大家最好不要藏私。青宝，你还跟着我走吗？我跟着大嫂。有地图就是方便。大嫂，有蛇！雄黄粉兑换成功，种田积分减500分。青宝躲开一点。挖参可是个细致活，这参差不多得有个50年的年份。
宿主采撷人参成功，奖励种田积分1万，低级灵泉水100，中级灵泉水1，药材百科大全1，种田空间1平米，起吃20，系统空间3平米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青宝，你会保密的对吗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很好，大嫂，要是我妈欺负你，我一定会保护你的。好啊，咱们先回去吧。宿主雇佣的人采集金银花10斤，默定为宿主收获，种田积分加1000，总积分16900。撞见鹿群，捕猎失败。真蠢。今儿个啥也没打到，运气好摘了金银花。娘放心，我会给娘记账的。这几日的工钱再算上收获后，一共是3030文。上次娘已经还了70文，娘还欠我99两6朝。大嫂，你这是也啥都没弄到？看样子这山里是没什么好东西了，以后也不必来山里这么多人了。我和夫君的屋顶都破了，这几日公爹和三弟给我们补屋顶，还有打家具。至于娘和小妹，还是上山挖野菜吧。是我害他吃苦了。夫君这是怎么了？一言不发的。肥肉还已经买回来了，我给肉铺掌柜家的小儿子抄录了一本三字经，又添了50文钱，换了10斤肥肉回来。夫君可真是厉害。娘子这100株灵芝，我分别去了城中3家铺子卖的，价钱不一，拢共得了16两3000银子。药铺掌柜夸娘子炮制金银花的手艺好，每一斤都多添了些10文钱，一共13斤干花，每斤130文，卖了1两6两银子。甘草垄陈家老掌柜给算了10斤，每斤30文，13乔银子。这几日抄书攒下来的有乔银子，18两2乔，发财了！夫君把银子都给了我，买药的银子要怎么办？娘子赠药之恩，无以为报。大夫说我也不用再服药，慢慢养着便好。奖励种田积分3000，算上之前零碎卖药材的银子，已有123两6000银子。明天得去城里看看。大嫂，还没油做菜，去熬油吧，油脂糖也很好吃，煮汤剁馅儿也很不错。以前什么时候要为了吃什么担心过？你要被强势，吃喝费心。京城那边想来也该快有消息了。夫君，这株人参你过几日卖掉吧。好，等过几日我为株人参选一个好买主。只是娘子要记得我的话，不管如何都不准去大山深里。好，听你的。初级灵泉水居然上了商城，种田空间1平米加10，总量40，兑换成功，扣除积分1万，总积分9900。需要的灵泉水变多了，还剩灵泉水120瓶，以后拿银子买粮食，可比浪费灵泉水划算多了。约莫着纸扎出锅的时间差不多了，所以我来看看。约莫着纸扎出锅的时间差不多了，所以我来看看。大嫂油熬好了，大嫂，这纸扎这么多，不吃的话坏了。以前娘熬猪油的时候，纸扎可有我夫君一份。钱的猪油是你仅供到的肥肉，想分给谁还不是我们的自由？是啊，所以想分给谁也是我的自由。昭昭不怕他们一直哭闹吵着你？夫君叫我什么？娘子。发财不是喊我昭昭的吗？我喜欢你喊我昭昭。昭昭。阿青。昭昭可以再喊我名字一下吗？阿青。大哥大嫂，娘喊你们吃饭了。阿青，我好累。大哥，抱。上一世，这个孩子早早便死在了这村子里，也是江家唯一待我如亲人的人，但是却是那2人的孩子。你大哥身子虚弱，你若是一直让他抱着的话，他的病怎么能好呢？那我不要抱着了。二弟人呢？老二忙游学的事儿，他还得准备林家提亲的事儿，那5000银子能干个啥？娘不需要的话，把银子还给我。娘，爹，今日该做衣柜了。大嫂，我这就去干活。我拿一些细白面出来，明早上吃白面馒头。吃玉米饼子不就得了？咋还吃细粮？砸什么砸？再砸就别吃饭了。大嫂，娘蒸了馒头，而且林家的人来了，说是要商量一下明天成亲的事。大嫂，快一些吧，娘都催了好一会儿了。急什么？村长，林嫂子，这就是现在我们家做主的老大媳妇儿。这心腹生的倒是标致，不过那些大户人家难道都没规矩的？婆母还在呢，一个小辈就当了家。是他爹又对我们有恩，现在这性子刻薄点，咱们能有什么法子？谁家心腹不得挑水干活、上山柴、伺候公婆小叔？我觉得林婶子说的很对，对待心腹的确应该这样。你还算知道点规矩，也都明白了，那就赶紧把你婆母的管家权还回去。不过我不是什么心腹，我是这家的一家之主，我很期待林婶子的女儿嫁过来，我会把今日学明白的东西依照做的。这就是你们家的态度？你让我咋敢把我们家玉儿嫁过来？老大媳妇儿，如今你二弟妹要进门，咋能还让你一个人管着呢？娘，
你是忘了到底因为什么才让我管家的？你们家大儿媳妇当家，让我们怎么把玉儿安心嫁给你们家老二？林叔，我是真心诚意的想要娶玉儿的，不管是谁当家，我一定不会让玉儿受委屈的。有你这话，我也对玉儿的婚事放心一些了。亲家你们放心，等明天的婚宴一办，咱们可就是一家人了。关于酒宴，咱们最好办上60桌，请全村，再请县里的亲戚。这些咱家一定得出。昭昭，这可是你二弟的婚事，这银子你得拿1桌。什么？我说只有1桌，你们林家直系亲属和我们家的人吃一顿饭。我们家有头有脸的，你这是欺负人啊！大嫂，你这未免有些欺人太甚了吧？我是明媒正娶玉儿过门，谁还不是被媒正娶进来的呢？我说了1桌就只有1桌，如果你们喜欢风光热闹，那去你们林家办，或者你们出银子，那我为他们风光大办。你是穷疯了吧？让我们娘家人贴钱办喜宴，你怎么说得出口？地里颗粒无收，让我们家办60桌喜宴，你怎么说得出口？那也不能1桌。你们可以选择不嫁。大嫂，你太过分了。如果二弟有钱的话，也可以自己出银子。林家叔婶还有什么事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别耽误我吃饭。你这是赶我们走？你个心腹当家，还要赶客人出门，反了天了！抱歉，稍稍有些生气呢。这几天一直喝灵泉水，竟然这么强吗？林叔，林婶子，我送你们。娘，你撑肚着林家人帮你要管家权，你想做什么？江家现在我说了算，我供着一家子吃喝，你们为家里做了多大的贡献？大办酒宴，人家不是都知道咱们家有钱了？更何况家里没钱。你少说的好听。娘，在你没还清我的银子之前，你们也要按着那张契约行事，否则愣着做什么呢？赶紧吃饭了，一会儿我可要出门的。咋？这白馒头都给你一个人吃？娘之前不也吃小灶吃得开心吗？而且这2天二弟带回来的饭菜，我也不见娘拿出来大家一起吃。蓉儿妹妹，跟我出门，是不是要上山？今天我要去城里，你跟我去拿东西。娘，今天你记得进山去挖野菜。还有，我希望晚上回来能看到衣柜。我这是小贱人，咋不自己路上死？大嫂咋突然对我这么好？找个认识路的，还可以提东西。我还没去过这县城呢。大嫂，这是林玉儿她表哥的车，2文钱就能进城。荣丫，这谁呀？这是我大嫂姨呀。这咋就便宜了那个一看就短命的？闺女，你男人都病得快起不来了，你咋瞎了眼嫁给他了啊？我夫君身体健壮，你哪只眼睛瞎了看到他病得起不来？我说好话，你咋这还骂人？我从来不骂人呢，我骂的一般都不是人。嘿，你个好赖的药胯子，早晚得守寡。老娘我好心，这出啥事儿了？这没啥，那个人说不想坐车了，想锻炼一下身子骨。那我回头把钱给婶子送过去。才出村呢，哪能要他的钱？大嫂，那是咱们亲婶的，你这把他给踹下车了，晚上他就得找咱家去，那不是正好？正好什么啊？他刚刚骂我的话，伤害了我幼小无助的心，得赔偿我点什么。他登门还省得我去打听他是谁了。2位女客想看点啥？店家可有靛色的棉布，最好能略带点一些绣花的，我喜欢海棠花。女客，您要是看着还行，我给算便宜点，1两5钱银子。1两银子，掌柜要是同意，我再添置其他东西。成，这一套青瓷茶壶，我算女客5钱银子，这是明码价钱。可有棉絮？我要10斤棉。布料1两，棉絮8钱，茶具5钱。您剩下的这些东西是1两3文零70文，我给您免掉零头1两3文，一共是3两6钱银子。难道你要让我拿着吗？我可是手无缚鸡之力啊！我们去肉铺。女客要买点啥子肉？梅花肉10斤，还有这些筒骨我都要了。女客10斤梅花肉5钱银子，猪筒骨7斤半，收2钱银子，一共7钱。带路去城里的点心铺子。客官，一共4钱银子。城西都是富人住的，城东是权贵，城南是小商贩居多，而城北则是书院书铺多。江妹子，你们家要和村长家结亲，这是买给他们的？我婆母大概给他们买了吧，这是我夫君让买的。我与夫君连被子都没了，夫君的俸禄都拿给了家里，一心供着二店。好闺女，可是苦了你了。都不用天黑，消息估计就传遍了村子吧。蓉儿妹妹，你想不想知道大户人家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啊？哼，不和县城里富贵人家一样吗？真正的大户人家不是县城里的小门户能比的。大嫂，大户人家到底是啥样的啊？一座宅子便要大于江家村10倍，绫罗绸缎皆是次品，当属云锦最为金贵，金银首饰每月都会换新的样式。大嫂，你再说说，这不连下人都不愿意穿的，丫鬟随从锦衣玉食。蓉儿妹妹，日后若是你2个兄长的出息去了京城，甚至你与这样的人家结亲都未可知呢。二哥以后出息了，说不定能让我当个郡主娘娘呢。当年你们怎么对江燕青的，我会都还回去。人呢？老婆子和轩儿去城里置办东西了，荣丫那个死丫头没回来。
爹，这是咋了？赶紧做饭，还想饿死谁不成？这中午做不做饭的还不是大嫂说了算。大嫂，中午就熬一些玉米糊糊行了。哎，咋就吃这？爹，这是大嫂的意思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蓉儿妹妹，帮我把床单裁剪个新的，还有做一床大一些被子。你要把这样好的布料做被子做床单？少废话，你就在这屋子里做。夫君刚刚在做什么？夫君今日可累了，不是说要晚些时候才回来？不累，本该是与那些同窗去吃茶，可我想到了家中娘子在等，所以这个月俸禄娘子收着，明日额外的粮食会送来。阿青，我们去看看热闹。好，听昭昭的。我们玉儿可真是个好孩子，还没嫁过来呢，就知道孝顺婆婆，知道疼自己的夫君，哪里像是有些人？娘，不是让你上山挖野菜吗？野菜呢？那今儿个晚上的饭可就不用带您了。老娘不吃了！蓉儿妹妹，今晚把另一只鸡也炖了。那咋行？那可是留着明儿个宴宾客的。娘不会去买吗？你也不给银子啊！这可不是我儿子成亲。老娘我跟你拼了！娘，到时候儿子去买就是了。救命！这是阿青挡在我面前做什么？他又奈何不了我。我是昭昭的夫君。那阿青要一直护着我。阿青，这应该是外面接了新娘子来吧？走，咱们也去看看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礼成。江家妹子可不能厚此薄彼，这大儿媳能当家，我们玉儿。李婶子，我娘前阵子偷偷拿走了我的嫁妆100两银子，不知去做什么用了。在还清我的银子之前，一家人都要听我的，我来做这一家之主。所有人都签了字。大嫂，今天是我大喜之日，你这是准备让我不安生？你的大喜之日又不是我们的大喜日，昭昭不过是给林家婶子解惑罢了。娘，现在你可以挖野菜了吧？公爹，今日该做桌案了。江家嫂子在吗？村长在这儿没？没呀，这是出啥事儿了？咱们村子里那口鱼塘该起了，再不起的话，这天早下去那点鱼也活不成了。江家村的鱼塘已存在小200年，年年深秋起塘分鱼本是规矩。亲家人刚走没一会儿，李嫂子你这不是来晚了吗？这会儿人估计都到家了。那我去看看。什么鱼塘里的鱼都要死了，我看是他家要熬不下去了。一个寡妇家。娘，上山去吧。哼，上山就上山。大嫂，我还能干点啥？把家里收拾干净。刚那个李家婶子，她家是什么情况？她家以前是猎户，住山里头。她男人在山里让大虫给吃了，这才回村子住的。家里还有俩儿子一个闺女，谁不知道她家快活不下去了？哪是鱼塘里的鱼撑不住，根本就是她撑不住。她人怎么样？不知道，他天天闷在家里，谁知道是啥人？不过我娘说他不检点，江白氏嘴里就没一个好人。能带着3个孩子苦熬日子的人，能坏到哪里去？干活去吧。江燕青的2件长袍，没有一件是整齐的，都洗得破旧。蓉儿妹妹，大嫂，我这才把碗洗了，去洗衣服吧。河边不是还有一点水？她一个大家闺秀，才走几步路就喊累，大户人家出来的就是不行。姐姐一直盯着我们家看，你是找我娘的？我在这儿等着我妹妹洗衣服回家，是不是吓到你们了？这个当做赔礼吧。你是江家的大媳妇儿？
李婶子，你这是谁欺负你了？怎么红着眼睛？没啥事儿，风大迷了眼睛。我是来等妹妹洗衣服的，也有些好奇开堂的事情。婶子，这开堂的事情可定下来了。村长说开堂太早了，再熬上1个月的。其实哪里是开堂太早，是他哪年都要等他儿子从陈书团回来，再开堂做一顿全鱼宴。村子里的水塘眼看着也快干了，我就指望着那点鱼熬下去。如果死一批鱼的话，瞧我和你说这些做什么？这不是给你添堵？阿娘，姐姐欺负我娘了。别胡说，姐姐是关心娘，你赶紧回家去。对不住啊，我这儿子他也是担心李婶子。其实我也盼着能早些开堂呢。这些小食给家里几个孩子吃吧，我最近牙疼，吃不得甜的。这咋好意思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，我与李婶子一见如故。等开了堂，我给你做捞鱼肉饭送去。大嫂，我衣服洗好了，婶子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阿娘，那个姐姐是什么人啊？是大好人。少和，你得记得这个姐姐，以后不管有没有出息，都得报答人家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娘。喝完灵泉水，听力好的出奇。大嫂，你刚才咋和那个李寡妇有说有笑的？我和谁有说有笑，还要和你知会一声？没，就是娘说我需要和娘知会一声。蓉儿妹妹，咱们村子的鱼塘在哪里啊？鱼塘？大嫂，咱们可不能去鱼塘钓鱼啊，那边常年都有人守着的。我知道，我只是想去看一眼。那好办，去南边的小山丘往下看就能看得见。把洗干净的衣服晒好，跟我去看看。哦，这塘的确应该开了。开塘做啥？村长可是咱家亲戚，啥时候分鱼都少不了咱家，而且还会多分点呢。老大媳妇儿，这桌案做好了，你这床不是还能用吗？我想换，公爹不干活的话怎么能吃饭呢？这个家不干活是不能吃饭的。你这是啥话？这是当年你们对我夫君说过的话呀。生了江燕轩后，他们本准备掐死江燕青，但是又一想家里没啥帮衬，干脆让江燕青以后给江燕轩当牛做马。因为江燕轩是男主，所以所有人都对他慈爱温柔，并无任何人站在江燕青的角度去了解一下被他们苛待的江燕青，在知道真相之后到底怎么活下来的。我至少还给江家人吃玉米饼子，江燕青可是饿得都快喝水了。爹，干活去吧，今晚我要看到一把椅子，没有的话建议你不要吃饭了。我江家咋出了你这么个恶妇？爹，打一家之主，这叫以下错上，得抽个几十板子的。晚上椅子，懂吗？没事就都出去吧。爹，大嫂说的对，而且大嫂当家呢，家里饭都是大嫂给的。再说了，别耽误了二哥洞房。蓉儿妹妹，天黑了，你该去做饭了。我这就去。别说有灵泉水，就是没有，我也会赚银子雇打手，都得给我老实点儿。就这一点东西，娘不会上山偷懒去了吧？你有没有良心啊？你在家里享福，老娘上山挖野菜累得半死，你还说老娘偷懒？这山里都快被那些饿死的货啃光了。是吗？但是我们上山可不是这样的。这媳妇打不得也动不得，只能等老二出息了再以权势压人，或者毒死他。算了，我大人有大量，原谅你了。我有一件事情，希望娘一会儿就去办。去村长家，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我明天要鱼塘开堂。啥玩意儿？娘没听清吗？明日我要咱村的池塘开堂。你疯了，老娘我还没疯呢！鱼塘关你啥事儿？咱家可是他们家亲家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让玉儿难做，鱼塘开不开堂与我无关，但是我不开心与你们可就有关系了。如果鱼塘不开堂，娘可别怪我翻脸无情。咱们工厂上见吧。咋就这一招？你想威胁老娘多少次？既然这一个法子好用，我又何必再想其他的法子呢？公爹也一起去吧。办好了，晚上回来吃饭。办不好，老大媳妇儿，这鱼塘晚点起是村长家定下的规矩啊。你们要是不去，那我可要敲二弟和弟妹的门了。相信林玉儿一定能办成这事。你不准去！去，不就是要去林家吗？我去总成了吧？孩子他爹，咱咋和亲家说啊？这要是说不成的话，那个小贱人不得让一家子不安生。不管咋都得让林家答应了。真是晦气！你就该打他一顿，你一个大男人总能打得过。打了，没打过。你个窝囊没用的，这些年了也不见你下个蛋出来，还愣着干啥？连开门都不会了。叔婶儿，你们进来说话。亲家，玉儿可才嫁过去，莫不是你们家大儿媳妇欺负她了？亲家，是我们老两口来求你们正经事儿的。有啥事儿只管说就得了。
亲家，咱们就是想能不能明天鱼塘开堂啊？昭昭，我回来了。今日被邀去了茶馆，茶馆点心精致，我便为昭昭买了些回来。阿青怎么不吃？阿青也吃。请给我机会，我错了也承担。阿青，我们吃饭去吧。好。青宝年纪小，长身体可以吃肉菜，其他人干活到了我满意的程度再吃肉菜。老娘也干活了，你还让我和你爹去村长说开堂的事儿，咋连肉都不能吃？娘，你年纪大了，得吃点素的，对身体好呢。老大，娘都是为你好，你病着吃不下东西，喝点米汤就行了。反派恶意值减10，恶意值9930，种田积分，可真好哄啊！阿青可真好哄啊！娘，开堂的事情可办好了。那老东西答应了，等银子还完，就让他家闺女当家，轩儿都得给他们家小辈的教书，真是亏大了。事儿成了，真是不知道你发的哪门子病。既然如此，家里的活儿我明早再给你们安排。阿青在想什么？只是在想昭昭怎么会提起开堂的事。今日见到了李婶子，听说鱼塘的水位下降的厉害，如果不开鱼会死一批，有些人就更难熬过今年。家饿死，李婶子因为凉冬天冒险上山，人没了。他的儿子为报仇，堵截村长家小儿子马车，一起跌落山崖。林家小儿子很快就好了，倒是李婶子的儿子就那么没了，而他的一对弟妹也被拐走了。阿青又发呆。昭昭与他们非亲非故，为何要帮他们？自然是因为我也很想吃鱼啊，凑巧而已。他还真是每天一个新花样。大嫂，青宝喂的小兔子。青宝真乖。蓉儿妹妹，今儿个给青宝煮2个鸡蛋吃。哎，知道了。哎呀，还是我们玉儿懂事，知道做人家媳妇儿该怎么做，这才来就把嫁妆交上来了。玉儿啊，你可真是娘的好儿媳。从嫁妆拿2两银子出来，就不会再惦记我的嫁妆了。果然，娘说的没错。我这不是拿了银子去多买点粮食，你这是要干啥？娘不是扛说了吗？弟妹交了嫁妆给您。你疯了，那可是玉儿孝敬我的。娘误会了，这应该是弟妹交给家里的伙食费。难道接下来她不用吃饭，不在这个家里住着？大嫂，玉儿和大嫂不是一家人吗？我姓陆，你姓林，咱们怎么是一家人？可我们现在都嫁到了江家，是江家人啊。我是江家的一家之主，弟妹你是才在嫁来家吃白饭的，咱们依旧不是一样的人啊。你嫁过来不伺候娘，还要从娘手里要钱。弟妹误会了，你的嫁妆既然交给娘，那就是交给家里，这家里的一家之主是我，除非弟妹不吃饭了，那这银子你自己拿着。不过那可就算是分家了呢，契约书上二弟可签了字，弟妹我出5文钱，剩下的你自己拿，想法子盖个屋子去吧。你欺负他干啥？给你还不行吗？弟妹可真是个贴心的人啊，知道上交嫁妆给家里。放心，我一定把你当亲妹妹一样对待，和蓉儿妹妹一样。开堂了，鱼塘开堂了！哼，他倒是有那个狗命。真的开堂了，我婶子，既然开堂了，就快去鱼塘等着吧，我们也正准备去呢。多谢大娘子，您可是救了我们一家子的命啊！婶子客气了，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，快去吧，去晚了好鱼都被挑走了。我这就去，大娘子您也快去。娘消消气，气坏了身子不值当，玉儿会好好孝顺您的。还是我玉儿懂事，不像那个小贱妇，一天不气我就浑身难受。娘要是闲着没事，就把院子扫了，
不然中午的饭娘也可以不用吃了。娘，您别气坏了身子，大嫂她许是有自己的想法呢。想法？他能有啥想法？就是个搅家精，要不是看他还有俩银子。娘，咱家的银子凭什么都给大嫂啊？他就是个丧门星，以后这银子早晚能回来吧？你只要是留了银，你便先给娘用，娘把你大嫂的银子都还上了，那张什么契约也就不管用了。到时候这个家就让你当家。2两银子都没了，还想打我的主意？这一家子的银子最后都得落在我手里。江燕青的恶一直没掉光，他们的罪就不算还清。上鱼啦！现在开始清点渔获。按着户数分，不按人头，一共是9380条鱼。咱村一共418户人家，来年好买18户人家，一家分20条，剩下的鱼交给村子里鱼娃子。我婆母都在那儿等了好久了，你想想法子给他们先拿鱼吧。让他等着吧。爹，女儿才嫁过去，你要是让婆母委屈，那女儿以后怎么办？分鱼先分读书人家。以后要是出息了，中了举人，当了大老爷，是能给村子里增光添彩的。看见了吗？啥事儿不能表现得太明显了，你得让他们主动。等以后你婆母把你大嫂的银子还了，让你当家，你也要学着点。是爹，鱼儿知道了。老大媳妇儿，这些鱼卖了，银子可就算是我还你的一些了啊。娘，这不是村子分给各家的吗？我和夫君也是江家人呢，又没分家，这鱼卖了的银子只能充作家里买粮食的钱才对。咋？平时我没给你干活？娘和家里人干活，我发了工钱，这阵子的粮食都是我供着爹娘和一家人，因为我们没分家。这小贱人居然连这点银子都不放过。蓉儿妹妹，这条鱼今天吃，剩下的做成腊鱼，给家里冬天好吃。不卖太好了，卖了银子也是大嫂的，留着吃咋也有我一口。婆母，你也得帮忙呢。大嫂，我不舒服，我先回屋了。二弟妹，签了吧。凭什么？我也要签。二弟妹不是江家的人。弟妹不是不舒服吗？回去歇着吧。这么倒霉，就因为我今日欺负了林玉儿，这也太邪门了点吧。宿主，林玉儿是这个世界的女主，有大气运加身的，谁欺负她都不会有好下场。她这颗棋子我用定了。大嫂，大哥二哥回来了，能吃饭啦！周周，大哥能耐了啊！京城里平阳侯府都有人给你来信，如果不是我出门正好撞上了给你送信的人，我都不知道。平阳侯府，你咋和京城里的人通信了？谁让的？不过是写封信，娘这么激动做什么？反派恶意值加10，反派恶意值加20，恶意值1万，警告！反派恶意值1满，危险等级提升，请宿主即刻抹杀他！闭嘴！娘这般激动做什么？我不能写信。这小杂种如果和京城有联系，知道了当年的事，绝不能让他坏了轩儿的好事。你娘这是关心你们，万一得罪了人的话咋办？咱们一家子不都得跟着没命？是啊，兄长，你读书读得再好，身体不好根本熬不下科举，江家还得靠着我。你如果得罪了京城里的人，那以后我科举岂不是特别艰难？幸好我今天撞上了那个拿了信的人，不然一家子啥时候被你害死了我都不知道。你给人家写信到底要干啥？平阳侯府的小公子看我文章写得好，希望我能多为他写几篇文章，教他一些东西罢了。我呸！你当老娘好糊弄的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敢往京城里写信，阿青就算是写了，你能怎样？他这是要害死一家子！大嫂，平阳侯府那样的大户人家，要什么样的先生找不到，竟然将书信送来我们这穷乡僻壤的地方。平阳侯府的小公子读书不好，是我告诉阿青的。阿青写了文章过去试试，被小公子看中有什么问题？倒是二弟，你如何会凑巧的碰上阿青的信？我今日去城中吃茶，碰上了个人，不小心撞我身上，他拿着的就是给兄长的信。你将信拆开了？我撞到那个人，信不小心被拽开了，我才看到的。那你知道里面写了什么？你这副希望一家人讨伐阿青的嘴舔是为了什么？江燕青一个病秧子，要才华有什么用？这拜师信就该是我的。老二关心一下这事儿咋了？这信老大拿着也没用，信拿出来，平阳侯府的地址也交出来。我是不是太仁慈了，让你们觉得不要脸也不是大事？咋？你还要打人？轩哥哥，你怎么打人？别误会啊，弟妹，我从不打人，我打的一般都是狗。你敢打我儿，我跟你拼了！这一拳是让你清醒一下，不是你的东西，不要碰。这一拳是让你记住了，再敢欺负阿青的话，会比这痛苦上100倍。这一拳是让你知道，在江家，你姑奶奶说了算，家不可能挑事，我就打得你们服气为止。别打了，别打轩哥哥！你要是敢出去，我保证你回来就可以看不见江妍轩了。这不比他之前的脸好看多了。青不是你儿子，这封信该让给谁？你打我儿子！
干什么？我打你岂不是成了殴打婆婆的恶人？你说的我不满意，我就打你的宝贝儿子。不该让给谁？好喜欢，她好漂亮。我是一家之主，阿青就是我夫君，这个家我老大，他老二。再让我看到谁欺负他，我不打其他人，我只打他。好了，蓉儿妹妹，吃饭了，我这就去收拾。好，阿青，我们去吃饭。3太鳄鱼加100，有灵泉水催着，小麦很快就能收。灵泉水还有大用，得抽空去山里转转补补给。轩哥哥，你没事吧？没。明天我就把这件事给我爹说，让我爹办法把他赶出村子去。他那种恶人，最好能掉下山崖，尸骨无存。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契约拿走，或者是还上银子。玉儿，你会帮我的，对吗？我当然会帮轩哥哥，我都是你娘子了。这几天你别和他起冲突，等我想好了法子，你按照我说的做。公爹，明日再做个大浴桶吧。好，我和老赵明儿个就做。那就好，其他人明日的活儿我明天再说。阿青不害怕我。昭昭不是说了吗？你只打狗。阿青说的对，我只打狗。所以我就写了一些文章和读书窍门，我还改了姓名，换了地址。上午我取了银子，本想下午去取书信，结果这是平阳侯府小公子送过来的，200两银子，娘子收好。城宅子要300两，租铺子几10两，有这笔银子傍身，嫁妆钱就能动，回头找好人手就能开铺子。阿青可真厉害，阿青该洗漱了。如果我错了也全大嫂，该做早饭了。昨晚上大嫂把二哥都打了，今儿还给饭吃就不错了。今日烙烙饼。二弟妹，早啊！二弟这伤的好好补一补才行。大嫂，一会儿你跟着蓉儿去钓鱼吧，家里的鱼都做成腊鱼了，没什么营养。瞎兮兮，明明就是你自己想吃。大嫂，我钓鱼可以，但是家里的白面我轩哥哥也得吃。钓鱼是我分配给你的活啊，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那只能分给你其他的活计了。我不是交了2两银子了，但二弟已经许久没干活了，吃喝都没少。二弟妹这是在做二弟该做的事情，干活饿着江燕轩，选一个。我干。大妹子，吴大嫂，大妹子，野猪下山了，这会儿在村子里乱跑呢，你可千万别出门啊！真是可惜了，本来他出门肯定会被野猪撞的。吴大嫂，你先带我们也去看看野猪吧。吴大嫂，我在嫁过来之前一直练习防身功夫，不信你看。这是人力能做到的。大妹子，这破事儿管他做甚？再说了，你这既然会功夫，咋还让你婆母给欺负着？吴大嫂，我怎么能对婆母不敬呢？咱们还是先去帮忙拦野猪吧。成，太好了，他自己找死，野猪肯定会撞死他的。弟妹，你也跟着。玉儿这细皮嫩肉的，你这是想害死他呀？弟妹不是什么有福气的福气包吗？这种时候他在，说不定野猪更好抓一点呢。我去。玉儿，你咋跑来了？爹，大嫂让女儿来的。完了，怎么这回事啊？猪肉记得分我大份的，弟妹该回家了。怎么可能？这种意外明明能要人命的，我的运气怎么不管用了？乡亲们，这野猪能死，全靠江家的儿媳妇。野猪肉卖了，除了补偿被撞坏的民房，剩下的银子分家一半。为什么好运气在他身上不管用了？也不知道这个野猪怎么就不长眼的下了山，给我送银子来了。傻妹子，这哪里是给你送银子来了？你要是没这功夫，这野猪还不顶得祸害多少人家呢？怎么会这样？检测到主人与女主为敌，现为主人开启女主气运值吸纳功能，女主气运值减10，奖励主人终极灵泉水加10，种田积分加1000，11900。玉儿啊，怎么样？这个野猪死了吗？是不是你一去它就直接撞墙之类的？本来应该是这样的，哪里有那么傻的野猪还自己撞死？分明是你这大儿媳给一棒子打死。娘，该吃饭啦！大妹子，要是有人欺负你，你就还手。我知道了。都愣着做什么呢？我去打桌椅和木桶。你什么都不用做，吃了早饭去钓鱼。还好，没打我就好。宿主，种田空间小麦已成熟，请及时收割。大嫂，吃饭了。娘，您之前因为您砸坏的99块橙，我换了新的。这些天大家干活，那一约银子我就给你抹了。毕竟你是我婆母嘛。现在您还欠我100网银子。你疯了？啥茶壶这么多钱？杂货铺里明码标价的。不信的话，你问问蓉儿妹妹吧。是我和大嫂一起去的。今儿个二弟妹和娘一起去钓鱼，蓉儿妹妹在家干活。哎，我知道了。龙胆草采集成功，解锁新品图鉴，奖励1滴终极灵泉水10，种田空间加5，种田积分挖1900。果然，最好的累积积分办法就是来山里挖新品种草药。恩人，我可等着你了。婶子喊我昭昭就好。
昭昭，我做了鱼肉捞饭，等着你一起来家里吃呢。姐姐净手。村长让开膛，一定是你给想的法子。往年他都要拖着到他儿子回来才行。李婶子真是客气了。这咋能说是一家客气？这玉做饭上价钱，我换了粮食回来，撑着过，好歹能活命。婶子为了孩子四处奔走，我最敬重的就是婶子这样的慈母。昭昭，你放心，以后我们这一家子都要给你当牛做马的。你这是干啥？今日这顿捞饭换成寻常的粗粮，都快够吃半个月了。我不是施舍，婶子拿了这银子熬过今年，再请我吃10顿捞饭。婶子，我先回去了，改日再来看你们。娘，恩人他不喜欢吃捞饭啊，要不我去码头扛货，换点啥粮食？恩人是个大好人，娘是苦娘还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好人。要不来年咱们给恩人家的地里除草干活吧？好，等这几天昂去讲起来捡一些枯柴，给恩人也送去一些。你还知道回来？我自己的家当然得回来啊。娘这是去河里和鱼决斗了，还不是你非要让老娘和玉儿去钓鱼，老娘人都被拽下去了。鱼呢？你还有没有良心啊？我差点都没了。大嫂，鱼在木盆里了，得有6、7斤大。女主的运气就是好用。大嫂，接下来几日我是不是能歇着？咱们家不管做什么，都只按照1个时辰3文钱来算的。如果哪天二弟妹不干活，二弟就没饭吃。城里最黑的财主也不敢这么黑啊！蓉儿妹妹，这条鱼养起来，晚上再熬点骨头汤。今晚这汤全家人一起喝，庆祝二弟妹抓鱼成功。如果她每天都有这样的收获，家里就能每天喝汤。太好了！要是二嫂天天捕鱼，岂不是天天都能喝汤？要是你老娘我当家，这鱼都是咱家自己的，骨头也是。大嫂没嫁过来之前，家里啥时候吃这么好了？今年旱得厉害，粮食肯定还得涨，多囤点准没错。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他们直接变成面粉？恭喜宿主触发小麦加工任务，请为种田空间添置一台磨面机，用来加工小麦。直接拿出小麦太奇怪了，磨成面粉偶尔开小灶太完美了。磨面机购置成功，种田积分发500，磨面机已安装成功。恭喜宿主，小麦加工任务完成，奖励灵泉水终极 X20，奖励系统空间1平米 X3，武林高手秘籍1，富安县地图大米。亲家来了，我是来送银子的。今天那头野猪足卖了130两银子，除去了补偿受损的民房，还剩下80两银子。村长，野猪是我打的，谁同意你把我多的银子交给旁人了？你一个心腹，这么多的银子你拿着有什么用？交给你婆母，她年纪大见识多，这银子也能攒下。说的有理，但与我何干？我又不是心腹，我是一家之主。这银子我不就是想先帮你拿着吗？江秀才，你可是个领生，咋着能让媳妇儿欺负你娘呢？你忙这些年多不容易啊！那不知林婶子觉得我该怎么办？当然是把银子和管家权还给你娘，谁家媳妇儿不得孝顺亲娘老子啊？这样啊，听闻你们家3儿子被郡里的太守府千金看中，太守大人十分看好他的人品才华。林婶子的未来儿媳太守千金应该很想聆听您的教诲。明日我为婶子带话给他们吧。是婶子不好叫我才这话哪能对呢？这儿媳妇那就是自家的女儿，嫁妆咋能给人家动？林家老三居然这么出息，居然瞒着我们，半点忙都不肯帮。这么说，婶娘觉得你适才说的是错的？当然是错的，我们林家可不容这样的事儿。你们放心，玉儿也要帮着你娘一起把欠了你娘子的银子赚了还给你们。既然是错了，为何不道歉呢？大哥，我爹娘都这一把年纪了，咋能让他们给大嫂道歉呢？要不我道歉吧。我的昭昭年纪轻，谁不是头一次做人呢？年纪大了就不能道歉。这美人夫君平时话少，今天居然这么帅。看样子林婶子只是嘴上出错了，心里并不觉得，所以觉得道歉很为难。道歉？那个婶子不是故意的，要不你看看，这是道歉的态度啊！你们这2次恶语相向，我十分的难受，每日都辗转反侧的难以入睡，气血都虚耗透了。我家里缺2只母鸡，给你们放心，我一会儿就让家里送过来。那慢走不送。80两到手，不错。今天这事儿，我希望是最后一次，再有下一次的话。玉儿，江燕青这种背后说人的小人是最难防备的，还不如道歉了。回头我买2只新的鸡，给岳父岳母送去。轩哥哥，那个女人欺负我，她让我干活，让我去钓鱼，还说这是因为轩哥哥你不干活。她太过分了，玉儿你放心，我会尽快想办法的。要是陆昭昭能掉水里淹死就好。阿青，这些草药是我炮制好的，明日你拿去卖掉吧。明日阿青卖掉草药之后，再去买些粮食。好，明日我去米铺，让他们晚些时候把粮食给我们送来。怎么了，阿青？昭昭今日打了野猪。是啊，野猪可真值钱。说是野猪发狂，伤了昭昭，甚至……下次我躲着一些就好，阿青别担心。真的。大哥，屏风和木桶给你们拿来了。有劳爹和3弟了，
我希望能早日见到木床。老大媳妇儿啊，这些物件又各几日才能全部做好？阿青可会作画？我会的。阿青得了空为这几幅屏风作画吧。好。大嫂醒醒了，家里人等着发粮食吃饭呢。下雨了，看陆昭昭还怎么嚣张。蓉儿妹妹，咱们咋还一直都这么等着啊？他不起，难道就连饭也不能吃？大嫂把粮食都锁在了屋子里，他不起，只能饿着，总不能把我煮了吃吧？下雨了，剧情里不是一直没下雨吗？他居然连夜画好了，哪里来的颜料？这哪里是绘画，这是大师水平啊！打着伞把面拿到厨房，记得再给我送回来。今儿个白面做面条，玉米面你看着做。哎，他把伞留给我，自己怎么出门的？林家人倒是很自觉，一早把这一鸡送来了。下雨天也不能让他们闲着，得找点活干。大嫂，面没都切完，我怕大嫂你吃不完，就准备晚上再给你切。我知道了，做得不错啊。太阳打哪边出来的？大嫂居然夸我了！出息东西，人家让你免费干活，你还挺开心。这雨要是早点下的话，咱们的庄稼也死不了了。公爹，都是玉儿的错，一定是玉儿之前没给村子里求雨的错。咋？这雨是你求的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是看着公爹和娘那么辛苦，想着要是能下雨的话，就能歇一歇了。也许只是巧合吧。啥叫巧合？这一定是咱们玉儿的功劳，咱家玉儿可是大福星。怎么地里的庄稼干旱成那个样子的时候，弟妹没想过希望村子里赶紧下雨？玉儿啊，咱干旱的时候你咋不想呢？爹还说饿死人了能拨银子给我换新衣呢，我为啥要盼下雨？娘，我什么都不懂，也许今天的事情只是巧合而已。咱们玉儿是个福气包，咋可能会不为了村魔想？咱们误会了。江婶子在家没？找我干啥？现在家里都是她做主了。大妹子，江家现在你在做主，都是托了之前吴大嫂给我做主的福。大嫂这么着急，这是出啥事儿了？昨过河床冲垮了，各户都得出一个男丁，让帮忙去修河床。那么大的水，陆昭玉要是去修河床，肯定得淹死。不如咱们两个去吧。爹娘年纪大了，三弟又是咱们的弟弟，我和大嫂去的话也行的。大嫂，你不会不愿意吧？你连野猪都能打死，难道还不能修河床了？这老林家的闺女是个傻子。吴大嫂，你这是什么话？我说你缺心眼儿啊！修河床都是一群大男人，河里的水一打，衣服都湿透了。你想去遭那名声，你自己去，真是和他爹一样，一肚子坏水。二弟妹也是一片好意，不过我这个人不尊老爱幼，你自己去吧。我不，二弟妹可别哭啊！你要是敢哭，我就让你去。公爹，今日你去帮着修河窗吧。这修河窗可累死人了。二弟妹和娘把淤泥的位置全都铺好板子，再去捡一些鹅卵石回来。你想要几块？我给你挑个好看点的。院子里泥泞得很，先把鹅卵石捡回来，上午捡石头，下午铺院子。这小贱妇咋变着法的折磨人？我在家可从来没干过这种粗活。老三，你负责晾晒木头，继续做床。成，我知道了。至于你，和我去城里。不会又要去做苦力吧？大嫂，那我呢？青宝就好好割草喂兔子。大嫂，咱们今儿个要去城里干啥呀？没什么，去看看我夫君，县里肯定积水了，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。合着就是去看大哥啊！大妹子，你是江家的大儿媳妇儿，就那个打野猪的。合着我的美貌没出名，打野猪出名了。我是江燕青的娘子。哎呦，咋是这么水灵漂亮的闺女啊？大妹子，你这是要去城里干啥呀？现在城里可乱着呢。城里出啥事儿了？我二哥还在城里呢，还有我大哥。昨儿个这场大雨，河堤冲垮了，闹到了城里，县太爷都让衙役去镇压那些闹事的人。大嫂，要不咱们回了吧？我错了。老板，3斤荷花麸，3斤红豆糕，4斤脆糖片，一共5000银子。女客您拿好，县里不太平，您早点回去。女客要吃茶嘛，进屋来说。婶子，我想打一藤壶茶，再劳烦卖给我一个藤壶。女客您要的一藤壶茶加上藤壶，一共1000银子，茶水20文，藤壶80文。多谢婶子，这也太能花了，一天得造多少钱啊？蓉儿妹妹，你去买些盐。拿着，累死我了。这位大哥，我想找你们书院的江燕青，我是他娘子。夫人找江燕青啊？我与她同窗，我带你进书院好了。周之礼，他怎么在这儿？你不会是和江兄私奔然后嫁过来的吧？你才私奔，你全家都私奔。我
我与我夫君明媒正娶，三拜天地。闭嘴！啥情况啊？这公子长得可真好看。抱歉，我这兄弟连个话都不怎么说，竟然能娶到这么漂亮的媳妇儿。我带你们去书院。江兄，你在没啊？你娘子来看你了。昭昭怎么来了？雨天路滑，昭昭该在家待着的，而且今日城中不太平。我都走了一路了，阿青就在这儿让我站着质问我。我想阿青了，所以就来看看你。昭昭，他说想我，我今晚会回家的。江兄，今晚京城的吴大儒可要来授课，书院把咱们聚在这儿，不就为了这个吗？吴大儒上辈子主动做我幕僚，我都嫌蠢。好，阿青就在这听课吧，见你一切都好，我就安心了。阿青好好休息，你敢把我在这儿的事情传出去，我就杀了你。这还是那个娇滴滴的侯府千金。大嫂，大哥吃得完那么多东西吗？二哥都没有啊。你二哥是我夫君。不是啊，那不就得了？我凭什么要为你二嫂养男人？冤大头吗？可是你再多嘴，今晚就饿着你。我怎么碰上昭昭，脑子就不会转弯了？江兄，你这娘子可不得了，她是京城陆侯爷的嫡女陆昭昭啊。京城里可是在说陆侯爷和陆昭昭都死了，所以她是和你私奔了。咱们好说好商量啊。你以前就住在京城啊？那你是不是知道昭昭很多事？你信我？这样吧，你告诉我昭昭的事情，我便留你一条命。你信我？周大人平成5年贪没三王府修缮费用3000两银子，平成7年，你大哥强占民宅，害死了数十人。平成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大哥那件事另有隐情，是被冤枉的。昭昭的事情如果传出去一点，我便让你全家都跟着不得好死。你到底怎么知道的啊？你那些文章，江燕青，你是什么人？只要你闭嘴，那我便还是你的江兄。好了，与我说说我的昭昭吧。女客，这3件袍子一共13两。大嫂，你疯了！你咋回来了？娘就这么背着我一直在休息，看样子你们是不准备吃晚饭了。我这不是累了休息一下吗？我这半边院子，如果今晚之前铺不出来，娘就可以不吃饭，为家里省一些粮食了。大嫂，该上山了，咱们得早点，不然的话蘑菇都该被捡没了。大嫂，咱们一家子还没吃早饭呢，再敲你们今天都不用吃饭。有点想美人夫君了。去做饭吧。这人家都是一早就起来去山里捡蘑菇了，咋着到了咱们家这个时辰才吃饭？照我说，你要是起不来，你就把粮食拿出来。娘藏在你这屋子里的粮食，的确是可以拿出来了。啥粮食？这个小贱妇咋知道的？我拿粮食的时候，可是谁都不知道的。娘，真还有粮食啊？你闭嘴！你可别听人瞎说。是不是瞎说？一会儿吃了饭看看就好了。老娘的房间凭啥给你看？你是一家之主还是我是一家之主？老娘今儿个不可能把粮食给你，你个小贱妇！我这个人尊重长辈，不过娘骂我，我也不想受气。你骂我一句，我就打你的宝贝女儿一下。等二弟回来了，再打他一顿。三弟，你去把粮食抬上来。老三，你敢？开玩笑，大嫂不给我吃饭咋办？娘藏着粮食，铁定是给二哥的。三弟把粮食抬我屋子去。不准抬，这是我的粮食。大嫂，这粮食你拿走的话，是不是把银子算拿来抵债？二弟妹脑子何时进的水？什么？脑子没进水，能说出这种缺心眼儿的话？我接管江家的时候，婆母可说了，家里就剩下3斤玉米面，结果这么多的细粮偷偷放着。娘，早晚得让这个小贱人不得好死。娘喝点吧，一会儿气得迷糊了，上山走不动路。还要让我上山？大嫂，青宝也要去。昨天听到娘说大嫂坏话了，万一娘欺负大嫂，我得帮忙。你去干啥？给老娘滚回去！我要去，我一定要去。那你跟着我，不准乱跑，山路不好走，累了就要说，知道吗？这还往哪里走啊？娘，我知道一个地方有不少蘑菇呢。林玉儿准备用什么办法害我呢？运气是比不上武力值和头脑的，得验证一下。真的，那就劳烦二弟妹带路了。大嫂，就在这边了，台阶很滑，我运气好，不会有事。这林玉儿是准备把她推水里去。救命！女主气运值减100，奖励终极灵泉水乘式50，种田积分加1万，总积分28400。二弟妹，怎么这么不小心落水了？救命！救命啊！老大媳妇儿，赶紧救人啊！我不通水性呢。大嫂，你为什么推我下水？二弟妹不是自己滑下去的吗？那不是你滑下去的脚印，果然是好运气。如果是自己掉下去了，现在不光落水，怕不是还得给蛇饱餐一顿。你胡说，根
二弟妹不要含血喷人啊！是二嫂自己掉下去的。我和娘落水了，这衣服都不能穿了，我们得先回家。过一会儿太阳一晒自己就干了，先干活吧。这棒是我的了，走吧，干活了。似乎林玉儿的运气减少，我会好运。气运值吸纳功能，女主运气的1/10转化为宿主的运气。蓉儿妹妹，你去给我找一把刀来。大嫂，她好歹是我二嫂啊，咱们可是一家人。说什么废话呢？我有用。思念远方牵挂，那年仲夏，你背上行李开家，古道旁。娘，你得给我做主啊！我男人他要休了我这日子过不成了，我不活了！你这个是怎么回事？梅子，姓王的他不是个东西，他在外头讨了个香环的，要和我和离。啥？他咋敢的？老三，赶紧着跟老娘走，去王家村，你妹夫要休了你妹妹。就妹夫那个脾气，还敢欺负梅子了？他不欺负人家就不错了。三哥，娘说的是真的，你去看看吧。老三，咱们去王家村。你们要去哪儿？娘，他谁啊？你大嫂。你咋给他娶媳妇了？咱家哪里来的闲钱给他？老大媳妇儿，梅子可是你们妹子，她今儿个被欺负了，你不帮忙还拦着我。你回来告状我不管，不过婆母还没干完活呢。三弟，你去请王家的人过来，在这儿说清楚。哎，凭啥来家里说？就得在王家村说，他们家没良心，我得让全村都知道。你闭嘴，我还有事。如果他再有动静，亲家，你们这是谁是你们亲家？你们都想休了我们家梅子了，还赶我们家梅子回家？我们没有啊！哎，亲家，咱们家哪里敢赶走梅子啊？谁说没有？你们都把那个小贱人带进家了。那是我娘家梅子的闺女，那闺女死了，娘爹也不管了，这才借住在家里啊！我呸！要不是为了那个小贱人，他能要休了我？我咋能是和我妹子有啥？我不想和你过，是你打我爹娘。好家伙！岳母，咱家谁也没敢对不住梅子，可你这闺女我实在是过不下去了。岳母，咱家的地里粮食也都没收上来，她顿顿还要大白米饭，不给就打我爹娘，打我。亲家，实在是他太过分了啊！上个月他还欺负他大嫂，害得他大嫂孩子都没了。咋？我嫁给你还亏了你了？我们家攀不上你，我们和离。我们梅子可是秀才公的妹妹，你要是和离的话，是不该和离的。我们家可是我这大媳妇做主，她也说了，这不该和离，该休妻。你个黑心肝的，你想让他休了我？闭嘴！我凭啥闭嘴？你个病秧子的媳妇儿，凭啥当我们江家的家？现在开始，你多说一个字，我就打你一巴掌。一会儿在这吃了饭，等晚上我们家读书人回来了，我让二弟帮你们拟休书。大嫂，梅子才是咱们自家，难不成你要等着他把人家老夫妻都打死了再给送回来？那就不用回来了，直接送去官府了。我这是在救他，请这一家子吃饭，回头再去王家村招呼一声买地。老实人比江家这些黑心货好多了。大儿媳妇儿，梅子休了回来，你让他咋活？你等我哥哥回来，我让他先休了你。大哥，你赶紧给我把他休了！我不要！你敢不听我的？他让我夫君把我休了，你还留着他？把你休了，那不是喜事吗？二弟，江美美打了王家的老夫妻和夫君，王家不想要她了，你写休书让他们签字好了。大嫂，你这也太过分了！梅子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？殴打公婆夫君，送去县衙的话，这也要蹲个10几年了。你个白眼狼！娘，你还愣着干啥呀？你赶紧打他！那大嫂也打我了，是不是也该去蹲？二弟在说什么？我娘子是教育弟弟，持家有方。我只要按手印，他就不会回去了吗？你们也不会找我？他就不是你们家的媳妇了。你撕了这一张，一会儿你二哥还得重新写，纸很贵的。你个混账！我让你休妻，我让你休！别打我儿！娘，三弟，把他拖去蓉儿的房间，别让他出来。放开我！你们没事吧？没事。我们明天就把梅子的嫁妆给送回来，咱们家对不住你们。当年求娶，现在又把人送回来了，对不住。明日我们去取嫁妆就好。
虽然说不是亲家了，但是还是留吃了晚饭再回去吧。到底咱们两家还有这段缘分在呢。要不是因为你，我咋能被休？当然在家干活了，放你在人家欺凌弱小，还不如回来给家里干活。先按个手印吧。这啥玩意儿？姐，你就按了吧，咱家人都按了。咱娘欠了他100两银子，不还完，现在全家都得听他的。赶紧签了吧。江秀才，东西都给备齐了。都愣着做什么？梅儿妹妹，赶紧扛粮食，这个家干活才能吃饭。梅儿妹妹不干活，难道你想喝西北风？行了，赶紧干活，这家里一天就没好日子过。老大媳妇儿，咱家老二那可是读书人，读书人就不用吃饭了吗？那你男人呢？他咋不干活？阿青动脑了，这些粮食可都是走了他的门路。二弟不肯动脑子，自然就得动动体力。昭昭，其实我不在意的，他们欺负我，我已经习惯了。阿青是我夫君，谁都不能欺负你。明明按照剧情，这后来黑化之后是能当首辅的人，杀伐果断，运筹帷幄，怎么现在看着就这么委屈？这恶一直好像假的一样。哎呀，昭昭，我想你了。现在你在玉儿，这2天委屈你。玉儿，这2天委屈你了。我不委屈，就是心疼轩哥哥。轩哥哥，这里一共50两银子，是我这些年攒下的，你先拿着用，早些还了大嫂的银子。玉儿，你真好。咱家这是咋了？你拿了他的银子不是应该的吗？她嫁给咱们江家，这钱就该是咱们江家的。早些把钱给他，咱家也就能重新恢复以前的样子了。对了，你从婆家回来，带银子回来了没？行了，这银子给娘先用着。你二哥需要用钱的地方多了，你现在就先跟你妹子一个屋子睡吧。啥？后院不是在做新的？你疯了？他不得一锤子锤死了我？你最近给我听话点，你二哥的脸伤都没好呢。大成啊，你咋成了这样了？你让我们娘几个可咋活呀？阿青送的真好看，大清早的吵什么呢？大嫂，我爹他出事儿了。这是怎么弄的？这腿坏了，岂不是要养个白吃饭的？亲家去修河堤，在河堤的人看到个回家了，他找了借口留在这儿，等人走光了要去拿。河水太急，水里的大石头给他把腿给撞断了。河蚌拿到，原本被林玉儿发现的河蚌被我捡走了，而江大成看到的河蚌，则是那些诡异的运气为林玉儿新准备的。拿了不属于他的东西，这腿就是代价。好好的一条腿，这要是废了可咋办？你公爹的腿，你可不能不管啊！自然得管，这阵子娘可要努力干活啊，不然的话医药费赚不出来。啥？这钱不得你出吗？村长，洪水决堤，县里应该给补偿的银子了吧？给了，但是你公爹的腿不是修豪刀的时候伤了的，所以可不能村上给人拿钱治病。那笔银子等老三回来了，得给那位千金买一个金簪子，咋能给别人呢？娘，公爹不是修招的时候受伤的，我也没让他去抓什么河蚌，他这腿是自找的，如何能我来出银子呢？你怎么不讲理？爹，公爹，婆母，玉儿，你说这银子该谁出？大嫂，就算公爹是自己不小心摔了，可咱们不是一家人吗？我这没法活了，儿媳当家也不管我的话，我这腿是不用要了。我今晚就让二弟去抄书，以后这书院还是少去吧，耽误抄书赚钱养着公爹的腿。凭啥让我们家轩子去抄书？这银子就该你来出。好啊，不过我若是生气了，便得找个出气筒。怎么看二弟身强体壮？你还是不是人啊？我爹可是你公爹。说起来，我夫君1年60两的银子交给你们，别说是一条腿，就是一条腿也该治好了呢。娘，这些年的大几百两银子呢？哪里还有啥银子？一家子不吃不喝。要么我出银子，顺便打折了二弟的腿出气；要么你们把这些年我夫君的银子给我，我亲自送公爹去要。我得说一句公道话了，这是江家的家事，我们家还有事情，就不留村长了，请吧，把人抬进屋子里去吧。二弟妹和娘今日上山采蘑菇。啥？你爹都这样了，你还让我们上山干活？家里少了一个劳力，还要白吃饭。娘不干活的话，不也成了白吃饭的？三弟，你今天把床安到屋子里，还有暖炉，你和梅儿妹妹给我搭好。我今儿个要去王家一趟。我要去王家。你真的要去？当然，谁知道你在背后使什么坏？行啊，告诉其他人，以后这个家里谁不是天将，私下里做了什么就吃7天葫芦，这葫芦都是托了公爹的福。你个没良心的，抓啥河伯？现在好了，腿都坏了，那个黑心的东西还不给你拿银子医治，你这不得躺个半年？娘，大嫂说了，谁不听话就要连累一家子吃糊糊。今天开始，咱们家得吃7天糊糊，都是爹害的。那个黑心的，他行了，他就是个恶鬼。我藏在地窖里的粮食都被他给收走了，如果不是从梅子那儿拿了几两银子，我都不知道咋重新囤粮食留着卖。囤啥？先给我治腿！你还是躺着吧，这银子得赚钱给轩儿用。现在周围没人，真要是动起手来，我划了你的脸，那个病秧子还能要你？周围的确没人，太好了！什么？
梅儿妹妹，这地方四下无人，我要是划了你的脸，想必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你别！如果你下次再不听话，想对我下手的话，愣着做什么？去王家村。亲家，怎么好让你自己来？我是家里做主的人，我来就行的。如果还要继续纠缠的话，就鱼死网破吧。好你个没良心的，咋你还想砍了我？王家和你已经没关系了，你兄长今日去县里，就会把你还金恒成亲时的婚书要回来。谢谢。我今日过来是为了算清楚江梅儿在王家一共留了多少的东西。这里面都是，这都是这几年他添置的。我今日过来就是为了这事儿，这些东西梅儿妹妹都会留在王家。这些年她给王家也带来了不小的伤害。你们家那个落了孩子的娘子呢？我家二儿媳在内屋养着。你咋还回来了？你还我孩子！梅儿妹妹，跪下！你说什么？之前的事情都是她的错，不管她跪多久，都换不回来你的孩子。你可以尽量提出补偿，我会让她慢慢补偿给你。你是说让她补偿我？犯了错不就应该补偿和道歉？让她被我们家弟弟休了，只要她不再是王家人，我啥都不要。对不起，行了吧？你叫什么？吴桂花。去吧，说你对不起吴桂花，现在就去跪着，一直到我准备离开。一会儿出村子的时候，每一家门口你都给我走过去，然后说这么一句：夫人，关于他对住了家了的还给你们。我们两家虽不再是亲家了，可也不该是仇人，对吗？我也不会说话，我就知道秀才娘子的话有大道理。夫人，其实我想买一些地，不知道这村子里可有要卖地的，价钱的话好商量。给秀娘子多留意一下，一定让秀才娘子你能买上。来得匆忙，也并未带什么好东西，下次上门我一定带一些适合有养身子的。以后都别来了，我们家人都不想见到你，算我求你。放心，他不会再来了。走吧，去道歉。我江梅儿对不起吴桂花。江梅儿曾经打了人家儿媳妇，害人家落了孩子，今日特来道歉。这下你满意了？你满意了吧？我都已经这样了，你不会还想打我吧？打你都嫌脏了我的手。如果你不听话的话，我就带你来王家村转一圈，道歉一次。我不来了，我再也不来了。那你就老实点，让你做什么照做就行。你听到什么声音没？啥声音？你咋随身携带这玩意儿？防止你不听话，好把你锤死。我就说不来，你非要来，这条路保不齐啥时候就有山贼。老子今儿个真是好运气啊！瞧瞧这细皮嫩肉的，咋办？山贼大哥们，你们有悬赏吗？啥？老大，该死！给我把他抓回去！挥舞针带起灵力都不能站出。女主定值减500，只1碗积分，奖励高级温泉水1比1，奖励药田1平米，富安县周围100个村落地图之一，宿主气运值加50，幸运值100，开启幸运值系统。又是林月儿那个狗东西，私下里想了什么？过来。我不过去，你想干啥？你要是不过来，我就把你另一条腿也锤折了。把他们身上的鹿皮裙扯下来。你咋不动手？我嫌脏。把刀也拿上。站住！你这是要干啥？我是江家村秀才公江彦轩的娘子林玉儿，今日陪着小姑子去王家村一趟，路上碰上了山贼。山贼应该都有悬赏吧？有的，寻常没名头的山贼，一个1两银子。要是有发悬赏令的，就按照悬赏令来，我带你们去领赏。这不是黑孔雀山那个武大王吗？怕什么？我爹是江家村的村长，我夫君是书院的秀才江彦轩。老板，荷花酥3斤，米糕2斤，桂花糕2斤，山楂糕1斤。这么多你吃得完吗？和你有关系？女客，8000银子。山贼的事情只有你和我知道真相，如果有第3个人知道，我就找个安静的地方把你。我不说，我绝对不说。很好，回家吧。赏你的。你老娘我上山累死累活，你倒是好，去逛街了。娘疯了吗？这个女人她多恶毒啊！是不该这样。就是，谁家媳妇儿不干活？我的确不该让你们俩一起上山，我不跟着，你们俩就采了半筐蘑菇回来，这不是偷懒了吗？明天1人1筐半，我上山盯着你们。
娘，你要是摔了，保不齐明天让你踩2筐。这还是我闺女吗？这才出门1天，怎么人都傻了？梅儿妹妹，是不是大嫂欺负你了？她没欺负我，她还给我米糕。种田空间兑换成功，扣除积分2万万，种田空间加20。恭喜宿主达成种田空间100平成就，奖励种田空间100，高级灵泉水10，系统空间10，高级武功1，武功快速消化万1。大嫂，家里该做晚饭了，老规矩，你们吃糊糊，大米给我蒸出来。哎，轩儿怎么样？娘放心吧。阿青，昭昭，阿青，你也去抓什么河蚌了？昭昭要珍珠的话，我会去想办法的，不要冒险。那天林玉儿落水，我在水边捡到的河蚌，里面开了4颗珍珠呢。林玉儿，阿青，你明天去城里的时候，记得找人在珠子上打孔，我有用。好。大嫂，晚饭摆好了。我们梅子的腿怎么就折了？他是跟你出门的，你咋也得给医药费吧？梅儿妹妹需要吗？我不要，我才不要啥医药费呢！娘，你可别乱说。你个没出息的！大嫂，我这里有一件喜事。你要去超叔赚钱了？我现在在学的礼仪班马上要出游，我正好可以带一个家属，我可以带着大哥一起去。我不去。轩儿，你别搭理他，你带着咱家玉儿。原本想借着出游害江燕青，到时候陆昭昭是个寡妇。你什么时候去学的？看你卖弄不就会了？这东西原来还需要银子去学的吗？二弟，这礼仪班我看你是没啥天分了，还是省下时间抄书吧，一天得给我交1000银子，不然的话我就打你一顿。轩儿啊，咋那个孽障看着比你做的还好？他一定是私下里练习了很久，就只会那么一套动作。娘，礼仪这东西规矩多了，他学的不过皮毛而已。昭昭，水打好了。阿青刚刚的那些礼仪动作真好看。这世上再不会有第2个人能让我心动。大嫂出事了，我爹他不太好。大嫂，你快去上屋看看吧。老头子，你要是走了，我可怎么活啊？这个家没有你可咋办啊？都是你不给你工人拿银子治腿，你个毒妇！这小小年纪咋能这么狠呢？谁说不是？这惨白的脸色是涂的香粉，真有他们的。看公爹这是进气少出气多了。娘，咱家可没什么钱，不过儿媳在家中的时候学过一些法子，兴许能救人。老头子，你们看看，这就是我那儿媳妇儿，她这是要害死我男人啊！大嫂子，这事儿咱们得给你做主。就是的，哪里有儿媳妇欺负婆母的？咱们做人可不能这样。你家公婆待你也不错，你咋能欺负人呢？公爹，你若没病的话，那我劝你最好起来，不然你人可就真的要熬不住走了。你放心，我这个人孝顺，我给你做个后底关的好官。别，我好了，我已经好了。这是啥事儿？是大嫂会一些医术，她给治好的。25两，我把人从鬼门关给救下来了。看在我是你们儿媳妇的份上，加上你们原本欠我的，算上这次的，一共120两好了。那100两是老契约，至于这20两，晚上阿青回来了，咱们重新起一个契约。几位婶子，不知情况之前还是不要发言比较好。簪子还给你，还有你的香粉味道不错。公爹大病没好利索，最好吃点清淡的，就再吃半个月糊糊吧。你这是啥破主意？我儿娶你回来之后越来越倒霉了。不说你是个福气包，咋着你这福气都给了你娘家人？哎呦，看来老天爷没抛弃我，只是对陆昭昭不知道为什么不好使。我运气好，多去山里，如果能碰上个人参什么的，兴许一下子就把银子还上了。今天娘、二弟妹、梅儿妹妹都上山去，一人1筐拌蘑菇，二弟妹2筐。为什么我2筐？你看看。一个是婆母，一个是妹妹。二弟妹你不多干活，还能是谁？三弟，我需要一些木筐，大概几10个。大嫂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与你有关？没有，我就是怕大嫂你出门没人给你拿东西。不买什么东西，出去转转，又咬山子还能出去玩，啥时候我也能这样就好了。这搞不到更多的银子囤粮食，轩儿离年科举的时候可咋办？荣丫，咋了娘？我还在外面晒蘑菇和野菜呢。唉，荣丫啊，你也知道咱家现在啥情况，你要是不嫁人，就得一直让你大嫂这么坑。你成天做饭洗衣服的，娘看着都心疼。娘，嫁人就不用做饭洗衣服了？你先嫁了，日后你二哥出息了，娘再给你想法子重新再嫁。女客要吃茶，老夫人，我能进去说话吗？女客客气了，喊我大娘就行。
刘大娘，我听人说你这茶铺要转出去，连着屋子和院子只做铺便宜也太贵，可做宅子又不够舒坦，所以一直给不上个价钱，就拖下来了。那边新开的茶楼，让这一带做茶楼的都不好干。家里我男人病着，儿子又不争气，这才想着卖出去，好做个其他营生。200两，你这铺子的前后院，刘大娘如果同意的话，我们现在就去官府办契；如果不同意的话，我想大概不会再有人买下这铺子。阿奶，阿爷的药没了，阿爷说得买药。好，咱们去过气。哟，女客，您今儿个还要荷花酥？今日不要荷花酥，老板给我包2包1斤重的酥皮糖饼。女客，2斤糖饼1钱银子。我们走吧，大娘，这是一点小心意，咱们做了买卖，我又没准备什么礼糕点，拿家里去牌子给孩子吃吧。这咋好意思？以后少不得有小事儿是要骂娘呢。姑娘，你这是……大娘，我只身一人买了铺子，回头让人起了歹心，所以就想小心一些。对，你说的对。哎，我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，才碰上你这样的媳妇儿，老娘累死累活的，你在家看透书。凭什么？这一天只顾着采蘑菇，连一口水都喝不上，他在家里这么自在。玉儿在家没？你三哥回来了，你咋……我的天，你是玉儿娘？你就是这么搓弄他的？你看看你家大儿媳妇儿，你再看看我的玉儿，老娘啥时候欺负玉儿了？这家是我做主吗？娘，你误会婆母了，这家里不是婆母做主，是大嫂做主。别说是我了，就连梅儿妹妹都得一瘸一拐的上山呢。就算是家里你做主，也不该这么欺负人吧？江家人的规矩，干活才能吃饭。那你咋不干？因为我当家之后，这一家子都能吃饱饭了。娘，你刚刚说咱家谁回来了？你哥哥回来了，还带了太守府的千金。你哥哥能和他定了亲事，真是天大的福气啊！娘是喊你回家吃个饭的。弟妹等什么呢？赶紧去吧。这以后林家可就不一样了，娶了太守府的千金，咱家玉儿是太守府千金的小姑子，咱家可也得变一变了。是啊，这蘑菇都快没了，你们也不用采蘑菇了。这才差不多，这家啊，你也别当……你们上山砍柴吧。你疯了？你不会以为他们家娶了什么千金就能不用还我的银子了吧？别做梦了！如果你敢不还我银子，我就去告状。如果太守府包庇您的话，说不定连着他们家都要倒霉。你劈柴啊！大嫂，这行不？行，一共做10个。哎，玉儿妹妹，我这一次来还是特意来看看你的呢。三嫂，你是来看我的？是啊，都说你有大福气呢。如今我爹爹外放快结束了，只是我们一家都舍不得现在住着的地方，不太想走。若是能让我爹更进一步，还不离开的话，那可太好了。这可是我爹特意挑选的，就为了给妹妹你。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那么大的福气，我也希望三嫂你家里能心想事成。爹说了，只要这个有大福气的人盼着爹能往上走一走，兴许这事儿就成了。只要婆母答应给我管家，就卖了镯子，给婆母把债还上。陆昭昭再也不能兴风作浪，皱着眉头的话可就不漂亮了。男人不漂亮是要被抛弃的。昭昭会抛弃我？这样就不会了。今日周之礼与我说，前日有个女子抓了山贼，说是江秀才家的娘子林玉儿，你去抓山贼了？周之礼是个大嘴巴，不小心让我给锤晕了，我就想着多赚一点是一点。昭昭，下次不许了。你又想干啥呀？提醒婆母一下，我早上给公爹治病了呢。婆母，公爹的腿不如我们也治好吧？我给公爹接骨，用一些好药，相信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30两，想来也不多。30两银子，我去哪里不能接骨？你这是接骨啊，还是换腿？道理是这样，但是娘你没钱啊。这小贱人说的没错，老头子这么躺着也赚不到银子，还发脾气折磨人，不如让他好起来。至于债务，等着轩儿大事成了，哪里还有什么债务？行，就按照你说的。阿青，把银子改一下。公爹娘，我这里还有一笔账要与你们算一下呢。咋？老娘欠我夫君的钱啊？这些年我夫君的俸禄都给了家里，但是他赡养爹娘，我想用不了这么多，咱们趁着今日闲着，好好算一算吧。你个没良心的，那都是你男人孝敬我们的，咋？他不在家里吃喝？难道不是娘用孝道的名义胁迫，让我不得不将银子交出来吗？蓉儿妹妹，我夫君在江家都吃了什么？玉米糊糊，能照出影子的那种。你会做饭？我夫君一年能吃多少粮食？娘只给大哥他1年不到10斤的粗粮。你个死丫头，你咋撒谎？娘，我哪里就撒谎了？大哥的确是这样啊。他小时候可是我手把手带大的。6岁之礼之后，我便已经开始帮衬贾大中。对，还有你读书的钱。我蹲在村中学堂的外听书，用枯树枝写字，苦求书铺老板许久，得了个抄书的机会，抄写了1年半的《三字经》，足足1800份，其中大部分的银子被娘收了起来。那你小时候吃药？ 8岁前我不曾吃药。他又是还了娘的养育钱，读书后抄书就自己养自己。12岁后每月5两银子，到如今已有10年整，1年60两，10年整600两，报答你们的养育之恩，100两想来也该足够了。那么剩余的银子呢？阿青，再写一张契。公爹娘签了吧。
爹娘的银子想必都花在了二弟的身上，二弟没银子的话，我便每日打他一顿好了。你不准去！那你们就签了这张契。你们没良心啊！我才辛辛的养这么大。娘如果再用孝道压人的话，我还是去官府告娘偷盗我的银钱100两吧。别！你在干什么？二弟来的正好，多娘良心发现，决定要把这些年对我叔封的不公都给还回来。你也别闲着了，那些银子你应该没少花吧？听闻吴大如最讨厌的便是毫无担当、好逸晚劳之辈。二弟如果不签，我们家的事情便到他面前说道吧。大人物要收轩儿做徒弟。既然我们已经写了契，那以后就两清了。吴大如那儿你不要乱说，反派恶意值减50，种田积分加5000，这可是你亲笔写的，赖不掉喽。爹娘，轩哥哥，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。大嫂呢？啥好消息？这是今儿个我未来三嫂给的，足够抵那100两银子的。大嫂，这东西还你，这个家还得给娘当，是不是傻？大嫂，还不把契拿出来？你说的是哪一张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没什么，这些年爹娘花了阿青不少银子呢。弟妹的镯子我收到了，阿青，给弟妹写个收据。等等，既然是还债，那先还娘之前欠了大嫂的。第3张契约上写着，要优先将银子还在这一张上。啥？我咋不知道？加上之前的，哪怕玉儿还了这镯子，也还差了500多两的巨款。如果不是能证明那个身份的东西还在爹娘那儿，还不如分家。